幸亏缠了布，不然割出血印子，再被这毒太阳一晒，发炎流脓就完了。发炎，河水要烧开喝，否则长虫。我脑子里怎么老冒出这些怪词？沈老和说过，这叫中邪撞碎，千万不能让别个晓得。日头偏西了，顶多还有2个时辰天黑。今天要是再采不到好货，回春堂那580文的药钱就要滚利息了。再过几天滚成几千文，我还不上，就只能签卖身契，把自己押给回春堂。哪怕是去当号料，一条命也顶不上那拇指大的当门草，我绝不签卖身契。落魂坡，就算有瘴气鬼打墙，我也得搏条活路出来。沈老汉说，春采芽叶，夏取花果，秋花根茎，冬收树皮。这会儿正是炎夏，落魂坡背阴，蕨类多。我多看看大树底下，那是叶分7片，花开1层，叶如芍药，根如苍雏，结子红如珊瑚，真是7叶1枝花，还是成熟结果的。不行，需要避铁器，免得污染药性。1株、2株、3株，整整5株完整好药，够还回春堂的债了。可惜只有1株成熟结果，其他的品相欠缺，不然就能吃完水盆羊肉了。不贪心，不贪心，多谢山神老爷额外开恩。饱腹感极强，只要不签卖身契，这日子总归能有点盼头。嘿嘿，沈爷，我这可是好东西，您瞅瞅，上年份的石斛。哼，采早了，没到火候，荆条也坏了，1条32文。沈爷，您再瞧瞧，这石斛。不长眼的狗东西！沈爷的法眼何时出错过？都断定你这石斛不抵钱，搁这儿啰嗦什么？不愿卖就滚一边去！哼！依沈爷的32文，我这儿有小半筐，差不多40条。要铜板还是碎银？肯定是铜板，小民买米买炭，哪里用得着银子？六子，又进山了。见过沈爷，您老瞧瞧，这能值几个钱？了不起呀，六子！今日龙脊岭采药客之中，你当为第一。叶分7片，花开1层，结子红如山图。7叶1枝花算不上稀罕物，但这株年份接近100年，更难得的是药性极足，不伤花叶，不折根茎，新鲜摘下，
多学学吧。进山7、8年，竟不如半大孩子。嘿嘿，沈爷这是名师出高徒，六子常听您的教诲，得您的指点，进步飞阔。胡咧咧！老夫何时收过徒？六子他人机灵，你们天天来我摊子出货，也没见学到什么东西。是我空口白牙，该打。沈爷这样的人物，哪能随便收徒？老话说，好药须满百，若再迟7年，够你在县里买座宅子喽。如今嘛，一株500文，如何？茶马道谁不晓得？沈爷您最公道，多谢沈爷照顾，我要铜板。有一事相求沈爷，我想请个衙人替我平掉回春堂的账。我前阵子风寒，白吃回春堂林老爷好几副药汤，得还咧。好，我替你办了。幸亏沈爷心善，愿意搭把手，省了好多麻烦。平掉了回春堂的账，心头大事算落了。宁为乞丐，不做人奴。这句话我始终记着。爷爷，陆家人宁死不为奴。我才12岁，怀里揣着2000多文大钱，就是一块肥肉，当众求沈爷，钱当场花出去，断了别人的念想。借沈爷的事震慑宵小，还能送沈爷一个体恤孤苦的好名声，这饭才能吃得安稳。唉，爷爷总夸我早会，认字记东西一遍就成，可他临终前总是叹气，说我若有根骨就好了，陆家的东西就能传下去。缸里的糙美快见底了，柴火、盐巴，还有脚上这双快磨穿的草鞋，就算今天赚了钱，也得抠着花。爷爷，我很好。沈爷，夜深了，您这身子骨再硬朗，也经不住天天熬啊。炮制几份药草而已，这东西药相足，流失也快，必须连夜处理晾晒，明早送去药铺才能折好价钱。唉，人真是要服老。白天那孩子真机灵，小得厉害，脑子灵醒，是个好苗子。六子这玩意儿确实不错。沈爷，您今天帮他平了回红堂的账，要我说，您干脆收了他当徒弟得了。我的手艺传不了凡夫，没有根骨，学不成我的本事，更走不了这条奇门路。昨晚又做那个怪梦了，苍林如海，还有一方发光的小印，上面写着山海险胜。沉下心，昨晚的梦比以前都清晰，那方小印到底是什么？痛，太痛了，像被烧红的尖刀劈开脑袋，心神坚阳，松静自然，气息落乎，气血通畅。山海，万方山海皆可采摘元气，元气乃天地之精，蕴藏于生灵、山根、水脉之内，那是龙脊岭的山根。昨日采得七叶一枝花，所以得到一缕元气。入山采药可得元气，昨日的疲累全没了，力气也变大了。也许这就是爷爷所说的奇遇。顶多还能装一碗，盐巴只够吃2天，柴火撑不过3日，进山还得备驱虫药水、解毒药丸，这破竹篓也得换新的，在山上坏了可是要命的。当家才知柴米油盐贵，若非昨日挖到那株七叶一枝花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活。还完回春堂的债，剩下的铜板根本不够填这些窟窿。这声音好耳熟。唉，也是个可怜人。
没法子，常年进山采药，哪有不出事儿的？他家仔欠了回春堂的债，签了卖身契当采药奴。听说今早失足跌落谷底摔死了，连个尸身都没收回来。求求诸位街坊邻居，帮帮老身，把我儿的尸骨背回来吧，不能让他沦为野兽的盘中餐啊！张大娘，并非咱们不帮，上山一趟本来就九死一生，还要背具沉甸甸的尸体回来，唉，实在是有心无力啊！求求诸位，可怜可怜我儿，可怜可怜我这掘墓的老婆子吧！张大娘曾帮我请过郎中，可我这身板进山自保都难，背尸回来绝无可能。别磕了，我叫黄征，龙脊岭板桥乡的背尸人，你儿子的尸首，我能给你背回来。壮士，多谢壮士。进山背尸困难重重，我也不是开善堂的，你磕几个头，我就冒着凶险给你背尸，世上没这种好事。10两银，你能出得起10两银，我便帮你走上一趟。10两纹银虽多，可进山下谷背尸，没这个本事，自己也得把命交代进去。这位壮士，你行行好，老婆子家贫，即便掏空家底，也只能凑出这些。7两银子，这买卖可就不划算了。大娘，并非我心肠硬，上山下谷是把脑袋扇在腰上，收你10两都已经是我看你可怜，要是再低，可就做不成事了。我的儿，可怜的儿啊！黄大叔，这剩下的3两银子我来出便是。六子，他要作甚？3两银子能买上千斤大米，他个没爹没娘的娃儿哪来的钱？你这娃儿，小小年纪学好汉铁肩担照义，你真能拿得出3两雪花银？我是龙脊岭的采药客，说话一个唾沫一个钉，黄大叔莫要小瞧了人。六子，你的好意大娘心领了，无论如何，大娘也不能拿你这3银子。若非大娘先前替我寻郎中治病，又悉心照料，我哪有今日之命？大恩必报，这钱我出定了。黄大叔，我先付你这1000文钱做定金，余下的自会凑足。成，冲你这句一个唾沫一个钉，我就走这一趟。不过你那边的7两纹银可是一点都不能少。多谢壮士，多谢六子。你这娃儿倒是心善，但我听说龙脊岭的采药客个顶个的心硬手毒，像你这般性子不多见。黄大叔，既然你已答应背尸，我可否与你一同进山？你要跟我一起进山？为什么？一来我对这龙脊岭更熟悉，此行前去兴许帮得上忙；二来进山下谷总要涉足一些险地，若是遇到换钱的药草，我也能早些凑够银子给你。至于第三，正好试试浮沉在心间的那枚小印，到底还有何等神异之处。要跟我一道进山，可得多做些准备。如若在山里跟不上，或是受了伤，我可不会多管你。这是自然。那好，你我2人正午入山口进山。爷爷说过，财如流水，有出才有进。3两雪花银，能换多少水盆羊肉啊？溜子，你来买药进山，不是咱不帮张大娘的忙，实在没那能耐。你过来准备买些什么？王阿哥出摊啊！大叔，这百步箫咋卖？你这次进山不一样，鬼愁够险要，百步箫根本不顶事儿，唯有回春堂卖的好药才有些效果。我这儿有一帖祖传的狗皮膏药，你看要不要？王阿哥，这……一帖膏药只收你50文，去了山里千万小心一些，莫要逞强。才50文，多谢王阿哥，王阿哥这份情我记下了。溜子，你也不容易，我没啥本事，帮不上太多忙，这一趟凶险，早去早回。黄大叔，你小子确实是与龙脊岭那些采药客不大一样，再等半刻，要等日头最烈，才好进山下谷。好嘞，听大叔的。
元气真是神奇，走了几十里山路，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累。这小子竟然跟得上来，连气都不怎么喘。那张家大娘的儿子失足坠落的地方叫鬼愁县，最是凶险。纵然是白天，也常有瘴气密布，唯有日头最盛的时候才能散去片刻，其余时候去，便是死路一条。黄大叔，你真有本事！龙脊岭的采药客听到瘴气就谈之色变，你却能闯鬼愁境。哈哈，你倒是头一个夸我有本事的，小子，算你嘴巴甜。背诗人这行当也是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我靠着山，所以学的是背诗法，须得有好脚力，如履平地，翻山过线。厉害的还懂得烧符水，辟邪驱毒。日头到了，我要准备下蛊，找张大娘她儿子去。你跟紧些，莫要耽搁，误了时辰，你可就走不出来了。黄大叔，我晓得。据老采药坑说，鬼愁阴里上年份的药材多，特别是槐阴草，烧成灰装进平安符能安神。若能搞到几株，一株就能卖100两银，这可是大买卖。好疼，额头好烫，跟昨晚做梦时一模一样。这是什么？难道这就是爷爷说的天生根骨，禀赋不凡？好虚，这天眼不能一直开，身体根本撑不住。你这娃儿脚力太差，跟不上我，我须得赶在日头阳气变弱之前，把那大娘的儿子背出鬼愁沟，就不等你了。你若采完药，便在前边那块磨盘宽大的镇山石等我。黄大叔，你万事小心。这是咱们背诗人秘传的解毒散，你拿着，入山采药总能派得上用场。哎，你这娃儿小小年纪干这活计讨饭吃，咱们都是苦命人。体内那股元气又开始游走了，体力恢复了80%，不能再耽搁，得赶紧找药。那边有东西。真是禀赋，真是根骨。哪个采药人若像我这样，怎么可能采不到好药？照这个速度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就能挂上铜铃的，当个真正的根山郎了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比白光还要浓郁100倍的青光，难道是绝世的好宝贝？就看一眼，倘若有半点危险，我立刻掉头就跑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精怪，这绝对是成了气候的山精野怪。龙脊岭的剧毒瘴气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这2头可怕的精怪拼死厮杀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难道是那团青光？开！天才！这2大精怪拼死争夺的，居然是传说中的天才！大药化形，需红线寻根，宝药孕育于百年走兽体内。可这些都远远比不上这株天生地养的9层黑莲，这可是能让人一步登天的无上天才！这一株黑莲是天才啊！采药人找一辈子都无缘见到的天才，如果采到它，这辈子都不用发愁了。买大宅子，天天吃水盆羊肉。
我这小胳膊小腿连安宁县的武师都不如，去了就是送死。天才再好也得有命拿。婉儿，婉儿，你可还在？黄大叔，我在。黄大叔，用我帮你搭把手吗？我这忙你帮不了，真要帮你就走前头替我开路。你得记住，等下不管听到谁叫你名字，都莫要回头。但凡回头，可能丢魂儿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我晓得，我爷爷生前教过，深山老林独行或者走夜路，听人喊自个儿，千万别直接回头。人身3把火，两肩各一把，头顶再一把。回头答应，肩膀一动，自己那把火便熄了。你爷爷倒是有见识，人身3把火，灭了1把大病不起，灭了2把失魂落魄，灭了3把暴毙而亡。你爷爷过去莫不是个赶山的老把头？不是，咱们家是外地搬来的。龙脊岭的老把头，真正有大本事的，就沈爷一人。叫我背诗的老师傅讲，沈爷是走奇门路的，挥手牵羊奇术。黄大叔，啥叫牵羊奇术？六子，黄大叔在叫我，不对，叫魂。倘若真是黄大叔，他理应先回应我刚才的话。况且黄大叔从没叫过我六子，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六子，这尸身好沉，我背不动了，你搭把手。六子，山路太难走，你回头帮我一下。六子，你为何不回头看我？不回头，死都不回头。你这玩意儿走得这么快做甚？你不知道，这人一死，尸身就发沉，硬如生铁，老子差点都没能跟上。快些拿水给我。咋了？你小子遇到叫魂了，这么谨慎？确实听见有人叫我名字。算你这玩意儿聪明。很多人初次撞见叫魂，多半忍不住回头，自己把火灭了。跟你这玩意儿进山，倒是顺风顺水。我自去找张家嫂子交差，你那2两银子的尾款，若手头紧，迟阵子也无妨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黄大叔放心，绝不赖账。六子，他今天出手的山货为何物？淮阴草有30株嘞。淮阴草生在鬼仇涧，那地方六子也敢去。宋教头，你今日来的倒是巧，走去看看成色。好强的气劲，这绝不是凡夫，难道是安宁县的武师？六子，长本事了，鬼仇宴都趟得过。铺子正有人求购淮阴草，你若是年份足，算替我解决一桩事儿。这位是咱们安宁县鼎鼎大名的烧参馆门人宋彪，宋教头。称不上教头，我就一病秧子，没有沈爷您帮我寻药，恐怕床都下不了。全都在这儿了，沈爷。不错不错，年份很足，都在20年以上。宋教头，你也知道，淮阴草煞气重，难成熟，想长到这个年份不容易。这些我全都要了，作价5两银，如何？我这可还公道。鬼仇涧啥子地方？哪个采药客不躲着走？这淮阴草市面上卖的少，往常我替你收，10天半月也难有30株。沈爷有话不妨直说，我宋某人做事向来厚道，绝不叫这位小兄弟吃亏。烧参馆的9重酒乃第1等的养生之物，可以杀体内9虫，滋养血肉。拿一葫芦给六子，如何？往后他再进出鬼仇涧，必然替你留心淮阴草。原来沈爷盯上我这9重酒了，好，拿去便是。不过这9重酒滋补劲儿大，这兄弟年纪还嫩，姑灭是童子身，没练过功，未必受得住啊。9重酒，武师打熬气力的秘药，这就是爷爷说的机缘，哪怕虚不受补，我也必须拿下。小兄弟，你没根基，喝了之后气血燥热，反而伤身。你想清楚了，若要这一葫芦酒，银子就少一半。接着，我看您呐有惜财的心思，这小兄弟性子不错，是个可堪造就的。宋教头中意，不妨带他入个门，学些武艺傍身。我这病秧子都没出师，哪能收徒？小兄弟若有练武的念头，不妨来烧参馆报我的名头。想做衣钵难，但做个学徒只需花些银子。多谢宋教头指点，小事一桩。沈爷留步。这六子有情有义，可惜呀，没有根骨，终究走不远。
六子，扣除9乘9，这是剩下的2两半纹银。这小子进了一趟山，难不成有了奇遇？还是说他神韵内敛，如今走了一趟山，被彻底激发了出来？六子，沈爷您吩咐。明日你别进山，过来我这儿一趟。黄大叔，这是还您的2两银子。不是说了这银子不着急还吗？你若是有个要用的地方，先拿去应急，日后再还我也是无妨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已经平了回春堂的账，手里还有结余，大叔您快收下。咱俩这劳累了一天，也没顾得上吃一口饱饭，不如我做东，咱好好吃上一顿。那就多谢黄大叔了。黄大叔，你对那些武师们可有什么了解吗？怎么，这就想着要去练武，当个武师了？想要当个武师可没那么简单。在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，我倒是想问问你，你觉得这武师达到极限能有多强？最强的话，摧山伐岳，断水横江，御空而行，一人敌国。这话其实也是我无意间从一个老武师口中听来的。今日说到武师，刚好讲与你听。那位老武师说，武人之境，无涯无界，其身无拘，道无穷也。身无拘，道无穷，好大的气魄，这就是武师的志向。武师修行守在3关，乃是力关、气关、神关。这其中力关分为入劲、养血、内壮。大熬气力，拿捏劲力，可以开碑裂石，生死虎豹。大成者甚至刀枪不入，五马都不能分其尸。气关则分为呼吸、内腑、真元，内练一口气，隔空外放，如同百步飞剑，取人首级。大成之后，五脏六腑坚硬如铁，吞服铁丸，嚼碎金铁，死后尸身不腐，如同神魔。至于神关，分为阴阳、法相、天位。神关之强，我亦不知了其中深浅。到了那个境界，应该已经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能够想象的了。普天之下，9成9的人都无法真正走上武师之路。就咱们这安宁县万户之上的人口，也找不出一个真正破入气关的武师。他日你若是修成了内壮的层次，一句话，安宁县内300里茶马管道，你说了算。300里茶马管道，我说了算。不过这些都还太远，饭要一口一口吃。你可听过茶马道里的4大馆8大家吗？听过名头，但不知底细。小二，上几盘鲜货，再来坛剑南烧春。好嘞，客官，剑南烧春1坛。黄大叔，这剑南烧春1坛足足要2两银子，寻常人哪喝得起？酒就不用了吧。哈哈，人生在世，若不能好好享受一番，岂不白费？来，喝上一杯，我再与你详细说说这8大家。比起4大馆，这8大家才是真正掌控了茶马道，衣食住行百行百业全都有他们的影子。其中洛沈杨林这4家最是重要。怎么个重要法？洛沈2家以水为生，杨林2家靠山而活。我们这些山里人想要吃得上饭，背后可全都是他们的活计。你往后若是往高处走，自然少不了打交道。他们一句话就能决定茶马道上1000人的生死。这是对我今日入山的评语。神清气爽，这出的什么汗？好臭！啊，老茧全退了，力气变大了好多，简直像脱胎换骨。呵，六子现在这食量可以啊，算下来
也差不多到了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时候了。怎么总觉得这衣服今儿穿着有些发紧？难不成我又长个了？饭量涨了，衣服也得换，钱袋子又要见底了，得赶紧去见沈爷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沈爷乃龙脊岭最有本事的摆头，到底图谋我一个小小采药郎什么？六子，进来吧。见过沈爷。坐。六子，你可知道自己的根骨？根骨？他怎么看出来的？难道是因为我昨天在山里觉醒的天眼？沈爷，啥是根骨？六子，你可知道我的来历？我只听人说，沈爷您是龙脊岭最有本事的捕头，曾经只身深入鹰愁谷，去茶马道一位贵人采过太岁，旁人对您都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你倒是会道听途说，那些都不重要。我今天要与你说的是另一件事。茶马道有4管8大家，其中沈、洛、杨、林这4家一手遮遍安宁县，你每日里的衣食住行都带着他们的印记，而我便是沈家人。8大家之一的沈家出身，那他干嘛吃采药人这份苦头？入山等于搏命啊，命分贵贱，贵人动个念头，采药人就得死几十号。他放着锦衣玉食不过，来龙脊岭拼命。我不是长房，是2房，大宅子里头的日子不好过。我娘是外室，入不得厅堂，上不得桌，老爷就是皇帝，大夫人是正宫，做子女的打小就要学会争宠卖乖。我娘教我讨大夫人欢心，可我打小就看得清楚，再怎么伏低做小，人家瞧不上你就是瞧不上，把脑袋埋进泥地里也没用。所以无非破门离家，打着赤脚踩进泥潭，然后重新混个人样，仅此而已。换成普通人，想要走到我如今这个地步，终其一生都难。老夫前半生破了沈家的门，挣扎求活，后半生侥幸入了奇门的路，学成安身立命的本事，能在龙脊岭混出这偌大的名堂，靠的便是这些手段，奇门，黄大叔的背尸法，还有传闻中沈爷的牵羊奇术，难不成沈爷提起这个，是因为我有根骨，想要提点我？六子，你想不想跟着我学本事？学本事？沈爷的本事？整个茶马道谁人不知，若是能学上几成，配合我脑海里的那方小印，这方圆千里的龙脊岭岂不是任我纵横？等等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我一个穷苦采药郎，他图我什么？当奴仆，沈爷不需要，图小印，他根本不知道。六子甘愿跟着沈爷奉茶孝敬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六子，不愧是小小年纪就担起道义的陆哥儿，够爽利。沈爷可莫要折煞了小子，如何能担得起这般称呼？你还不知道吗？自你先帮扶张大娘出了3两银子请背尸人收敛他儿子的尸骨之后，这事儿就已经传遍安宁县了。现在外头大家都管你叫有恩必偿。重情重义的陆小哥里，张大娘对我有恩，我这条命算起来都是张大娘才救回来的，后来我也仅仅只是做了那么点事情而已，实在是算不上什么。难得你还有这般想法，起来吧，别跪着了。我这一身本事走的是奇门路，非世俗人可学，必须是有根骨的异人。但凡异人性情多半古怪，我本打算将这一手本事全都带进棺材，不留半点。可临到头来，却撞见六子这个好苗子，有根骨讨喜机灵，又有善心。大宅门里见多了蝇营狗灶，
太难得了。六子，既然你愿意学，我便愿意教。但在教你之前，你可晓得啥是奇门？小子不知，道听途出来的东西，不敢在沈爷面前卖弄。不知道也不奇怪，奇门这条路学的人少，知道的人更少。简而言之，便是2个字：看命。想学奇门的手段，必须要有根骨，而根骨后天难有，乃是命中注定。只能看命，我先前明明并无根骨，怎的现如今又能凭空生出这根骨来？莫非是那方山海印的效果？这山海印绝不简单，等我实力提升，终有一日他定能给我一个更大的惊喜。奇门分上下，我师父是奇人，却非上3脉的奇人，所以我只学到下3脉的本事。但仅仅是这下3脉的本事，已经足够我在茶马道安身立命了。仅仅掌握下3脉，就能在龙脊陵呼风唤雨。那若是有朝一日我能掌握了上3脉的本事，又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？至于我这所习练到的奇蒙下3脉，可将其分为3种：臂宝、牵羊、象灵。每一种手段，只要修炼成了，便足够让你在这龙脊岭内来去自如，再不受半点牵绊。牵羊，黄大叔曾说过，沈爷就是靠一手牵羊奇术纵横龙脊岭，稳坐头把交椅。我竟然有学习这种神仙手段的机会。六子，先不用急，且听老夫慢慢道来。龙脊岭是风水宝地，崇山峻岭延绵千里，孕育不知道多少天才地宝，咱们行话叫瓜。按照珍贵稀有分出大小，甲子以内是小瓜，100年以上是大瓜。臂宝牵羊听着玄乎，通俗点说，就是比拼摘瓜的手段。摘瓜，说是我学了这奇术，那9层黑莲，岂不也是我能摘的大瓜？至于象灵嘛，这一脉更奇贵，3言2语讲不清楚，日后有空带你开开眼，长长见识。哼，你也不要好高骛远，饭得一口一口吃，步子也要一步一步走。小子记住了，绝不贪功冒进。之后这几日你都不用进山，每天正午1刻来我这儿学养灵术。是，师父。养灵术，这3日每天去沈爷那里修行，简直像打开了新天地。这走桩功夫也得练得更勤快些，绝不能有半点懈怠。六子来了。好浓郁的草木清香，隔着盖子都这么清晰，这药汁的劲道比前几天强太多了。这一罐是30年份的人参，效果比之前都要好，你试试看。30年份的人参，若是在山里采到，能换多少银子，吃多少碗水盆羊肉啊！沈爷这栽培的恩情太重了。多谢师父赐药。之后3天不许摘下，吃饭喝水自有我派人送来，记住了，3天之内绝不能见一点光。师父放心，六子绝不摘布。好黑，什么都看不见，连时间都感觉不到流逝，心里就像有团火在烧，好烦躁。松静自然，气息落乎。
这法子说是养眼，实则养心。蒙眼3日，但凡有半点心浮气躁，便前功尽弃。这小子不仅耐住了性子，定力竟比那些大宅院里的少爷还要强上100倍，真是个走修行路的好苗子。师傅，在我面前不必要有这么多礼数。如今3天时间已到，你且摘下蒙眼的布袋吧。嘿，呼，绑了3天，总算松快了。我手上有几枚铜板。3枚，左边是老钱，右边是新钱，中间那枚裂了一道口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！这就是夜眼吗？好厉害！深山老林，天一黑就是睁眼瞎，采药人连路都走不了。有了这双眼睛，我哪怕半夜孤身闯荡密林，也能看清周围的猛兽和宝物。这简直就是采药人的无上神技。不错不错，没枉费那么多人参。眼亮如星，夜中视物。六子，你成了。多谢沈爷赐法。若无沈爷的人参，六子绝无可能有这般造化。客气什么？奇门的路千万条，你能成，那是你有本事，并非老夫教得好。蒙眼3日不见光，听着容易，100个里头难有1个真正做得到。六子，你准备几日？下次入山，老夫倒要瞧瞧你的能耐，可否采到令老夫满意的好货。师父放心，六子绝不让你失望。师父放心，六子绝不让您失望。沈爷传我夜眼，这是莫大的恩情，更是考验。我必须采到让他老人家满意的好货，才能真正接过衣包。9层黑莲去不得，只能去人迹罕至的险地寻宝了。好，吃啊，六子！西街张屠户刚买的摔死黄牛，新鲜的很。老子背诗赚了10两银子，今儿个必须花个痛快。留着钱，死了又带不进土里，岂不是白白给人做嫁衣？哼哼。黄大叔，你常在山里走动，可晓得龙脊岭最近有啥稀罕物冒山？哼，稀罕物。鄂虎溪那边有3足蝉，这玩意儿毒性重得很。唉，好多老猎户都在那儿栽了跟头。回春堂正出高价收呢，一根蝉足就值80两雪花银。不过，你小子要是想去捉这东西，可得好好掂量掂量。料想你小子也不是为了自己赚钱，定是沈爷交代了什么活计。你想拿这玩意儿去过目长脸，但这3足蝉虽好，捉起来10足的麻烦。唉，你才跟沈爷几天，要是没10足的把握，不如换个别的，别把命搭进去。黄大叔猜得真准，但正因为难捉，才能显出我的手段。如今我有了夜眼，比起旁人多了一分胜算，但仅凭一双夜眼还不够。真要拿下3足蝉，还得有更强的护身法门。黄大叔，说好了一起搭伙，这顿饭钱咱们1人1半。你这娃呀，说好了老子请客，你掏什么钱？黄大叔帮我良多，我绝不能平白受人恩惠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这钱您必须收下。
行，你小子这脾气对老子的胃口。当年爷爷刚走，我为了赚一口饭吃，连狗抢的馊馒头都吃过。如今这日子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有天赋，有门路，就必须一步步往上爬。先学武功，长本事，再捉三足禅，长脸面。明日一早就去烧身馆。龙脊岭采药人陆晨前来学艺。小兄弟，烧身馆学艺可不比采药轻松，风吹日晒，摔打站桩，3个月就要40两纹银，这还没算汤药、吃食那些。我不怕苦。李师兄，你背口舌作甚？安宁县哪年没有做梦学武、一飞冲天的采兆人？小子，你带够银子没？烧身馆可不是善堂。我与宋彪宋教授相识，他让我来找他。宋彪宋教授，那可是烧身馆正儿八经拜过师的真传。这浑身酸臭的采药小子，竟然能结识宋教徒，原来是宋教徒的门路，咋不早说？小兄弟，跟我进来。李师兄，我带这位小兄弟去见宋教头，他应该在后院带着中尉师兄练功。好，辛苦王师弟跑一趟了。这就是武功吗？好厉害！我要是也能有他们这般坚于金刚的体魄，龙脊岭里那些凶险的绝地哪里去不得？你们几个都是过来拜师的，以后可能就是师兄弟了，先去认识一下。见过3位师兄。你哪里来的？龙脊岭上采药的。一个臭采药的也想要来练武，真以为练武那么简单？你家里人采药能攒下这么一笔银子，就干脆拿去改善一下生活去吧。拿了钱过来让你练武，未免浪费了钱财，反正也练不出来什么东西。我这是遭遇了欺负吗？这种时候绝对不能软，一旦软了，以后在这烧身馆里就再也爬不起来了。黄师兄，您受累。王成，你没事跑到后院做什么？是这样的，黄师兄，我带了位小兄弟来，他想来咱们烧身馆拜师。想拜师就让他们自己去走流程。这位小兄弟怕是不一般，说是认识宋管教。宋管教，你们且先在这里等着。小兄弟，你跟我过来。好。名声大，真是好用。好重的药味儿。这些药汤有些是化淤血，
有些长气力，2两银子1碗。1碗就得2两银子，这得换多少碗的水盆羊肉来？怪不得人人都想开馆收门人。宋教头，人带到了。哈哈，小兄弟，等你好些天了。听说你跟着沈爷学本事，以为你不来了。宋教头竟然对一个新人笑脸相迎。我只是害怕身上银钱不够，这才迟迟没有登门拜见宋教头。你若真心想学本事，那孝敬的茶水我做主，可以免了。就是只怕你吃不得苦啊。不怕宋剃头笑话，我最不怕的便是吃苦了。好，难得你小小年纪就懂这些。许多人花了银子过来，得了传承还喊辛苦。你若是能吃得下这个苦来，那便跟我来练上一练。武道修行，3关9境，想要入得历关之中的入境，得先练招式。我们4大武馆之中，虽说各家流派不同，但真正重要的就只是一个，通过不断修炼招式，拿捏住自身气血，唯有炼化了气血为劲，才算真正入门。起！可莫要小看了入境养血内壮的层次，每一个层次的提升都会让身子蜕变。这样大的气力，好似不着力的棉花，要是打在人身上，大虫也能活活锤死。陆小兄弟，你替我冒大险采槐荫草，我欠你一份人情，入门银子免了，但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我们有自己的规矩。3个月内学不成器，就没机会被收徒。3个月内学不成器，就没机会被收徒，谁也不能例外。规矩我懂，习武之事全凭自己。多谢宋教头免我入门银两，下回进山，我定多摘些槐荫草回来孝敬教头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换做旁人定觉得我是在刁难。这小采药人倒是个知恩图报的通透性子，免他10几两银子结个善缘，还能多得些槐荫草，怎么算都不亏。既然入了门，便莫要耽搁。烧身馆的入门功夫无非3样：游蛇步练的是身法，活动气血；魔石掌是与人对决的杀招，发劲凶猛，大成之后7、8条壮汉近不了身。至于这第3样，便是伏虎桩，能身筋拔骨，锻炼周身大小筋肉。你以前没练过功夫，我今日便先教你伏虎桩，替你开开筋骨。桩法千万，归根结底4个字：动静结合。只会站那是死桩，站10年也成不了的气候，必须会走，是为活桩。看好了，沉肩、坠肘、拧身、运胯，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全身的筋肉，这就是武师的根本。我刚刚说的这些，你可记住了，听懂了？这小后生连私塾都没上过，未曾开智，学东西必然极慢。这伏虎桩8个姿势，他今日若是能记住2个，便已算是不错了。听明白大概了，我脑子笨，刚刚已经很努力的去记了，也只能记住前边7个。记住7个？这怎么可能？没开智的山野村童，看一遍就能记住7个姿势，口说无凭。那你打一遍，我瞧瞧。他竟然连第8个姿势也记下了一些，只是当下气力不足，根本打不完。沈爷真是眼睛毒，不愧是龙脊岭最有本事的把头。这陆小兄弟的天分，说一句百里挑一，绝不过分，妥妥的武道天才。可以了，
你暂且休息片刻，回气力。沉肩坠肘，力从地起，不可用蛮力硬扛，得让气血顺着筋骨走。原来是气血被死力给堵住了，腹里突然爆发出一阵擂鼓般的……你悟性不错，也不用太过着急去练。你先前气血亏空，身子虚浮，根本无法让你撑太长时间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，还是填饱肚子再说。我们习武之人，想要练得快、练得猛，吃上面就绝对不能马虎。唯有吃这些大补之物，才能够将你体内的气血彻底激发出来，你才能更快的长气血。好吃。像是这鸡汤，对你现在来说算是大有裨益。以后等你气血真正提升起来了，还得要有药膳作为补充。只是这药膳价格确实不算便宜。好强的药力，肚子里暖烘烘的，前所未有的充实。仅仅加了一点佐料的鸡汤，就有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。若是换作武馆里真正用配方熬煮出来的药膳，那得多强！若是有药膳辅助，我练武的速度肯定还能变得更快。就是这钱，得想办法去赚了。多谢师兄，想要在这烧身馆立足，银钱和天赋真是缺一不可。王成那般小心客气，无非是因为黄师兄家境殷实，吃得起昂贵的药膳，进驻极快，未来极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武师。黄师兄，我近来练武，心中还有疑惑，师兄可否为我解惑一二？你有什么疑惑，尽管说，师兄自是知无不言。先前教头提起过，我们修炼武艺，磨练身躯，为的就是增长气血。那这气血到底又是什么？这小子才来了10天，居然就已经将伏虎桩练得纯熟，甚至隐约感应到了体内的气血。这等修炼速度简直骇人。我等武师说到底也不过就只是血肉之躯而已，血肉之躯怎么可能比得过钢刀铜棍？但为何厉害的武师一出手就能开方裂石，甚至空手折断白刃？就是因为气血。人身的筋骨强壮，呼吸悠长，慢慢就能养出一股气。这股气从哪儿来呢？血中而来。正所谓气从血中生，所以你血越足，气越壮。最后通过磨练招式、站桩练功，渐渐的就把这股气拿捏住了，好似拧成一股绳。到这地步，你的拳脚就比别人重，哪怕你瘦如马岗，一发力一运气，几百斤的壮汉也能轻松撂倒。这便是气血，谁能拿捏气血，便可入境，成为真正的武师。拿捏气血，入境成武师。爷爷说过，切莫好高骛远。如今我已经修出了那股暖流，隐约有了气血凝聚之象。只要我持之以恒，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，总有一天，我也能拿捏住它。陆师弟，来这么早？王师兄、李师兄，早。宋教头，我昨夜里回家练功，好像出了些问题。哦，出了岔子？先前只是觉得身子里好像有一股暖流，昨夜那些暖流变得越来越强，最后就像是被一只手掌给死死捏到了一起一样。我这是不是已经拿捏了气血了？你说什么？运劲，用力！筋也长了1寸，难怪气力大这么多。武行里头有句老话，筋长1寸，力大10分。他这一拳打出去，寻常的成年壮汉绝对扛不住。3年入禁，中规中矩；半年入禁，已算优异。你才练了不到半个月，陆兄弟真是厉害，天生有才能。真的入禁了，
照这个速度练下去，进了龙脊岭，我定能采来真正的宝药。到时候水盆羊肉买一整只羊来吃，也没人敢说个不对。可惜呀！宋教头，我这可是有哪里出了岔子吗？你没出岔子，出岔子的是我。可叹我的眼力不如沈爷太多，平白错过了一颗好苗子啊！这等绝世天才，若能由我引荐给馆主收为真传，未来成就不可限量。但他已被沈爷收下，烧参馆便绝不能再开口抢人。唉，你的伏虎桩已经练得差不多，接下来我教你游蛇步。游蛇步重在一个游字，非蛮力冲刺，乃如灵蛇过草，贴地即行，身形鬼鬼，转折无痕。看清楚，腰胯为轴，膝踝如簧。你来，重心压住，想象自己是一条扁担，两头沉，往下沉。对，膝盖微屈，背脊如弓蓄力。现在按地上的线走桩，水不许洒，身不许碰桩。记住，拧滑换，一步一重心，转折要借力。六子，练了一天，留下来，我叫人去煮上一锅虫草爆的鸡汤，给你补补。多谢宋教头好意，但无功不受禄，小子不敢平白受恩。今日天色已晚，小子先回了。夜宴已成，气血入尽，身法也学了游蛇步，是时候去试试水了。今晚先入山踩点。夜里进山，对旁人来说是九死一生，对我而言，倒是巴适得很。拿捏了气血，这山里的凉风再也吹不透我了。进山。那边有东西，年份不够，才生了10年，还不到火候。记下位置，留待以后再来采摘，价值才更高。这山海印棺器的本事，简直就像是在巡视自家田地。这地方真邪门，开！这么浓郁的青光，绝对有远超寻常的大祸，但也必定伴随着极强的猛兽。三足蝉，黄大叔说的，一根缠足就值80两雪花银的精怪。吞吐月华，爷爷说过，只有成了气候的山精野怪，才懂得吞吐月华。这三足蝉要成精了。同心符、玉兽、木灵，沈爷说过，厉害的把头都会豢养飞禽走兽。有了这同心符，我就能降服凶禽猛兽，让他们为我所用。要沉住气，脚踏实地才能走得远。这三足蝉实力恐怖，绝不是我现在能强行降服的，必须找个万全之策。好快的速度！追不上了，气力已经耗去半数，再追下去也是徒劳。宋教头说过，与人斗阵，以弱胜强，必须攻其不备。对于这种快成精的野怪，不做到一击必尽，万万不能抢攻。几10年的白雏根，
真是些好东西。大叔，我来交山货。这么多白出根，好家伙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年份够足的好货。想挖这东西回来可不简单。六子，你这本事真不错啊！大叔过奖了，运气好罢了。沈爷今日不在铺子里。沈爷一早就出去了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拿钱。全换成铜板了，一共8个大钱，一点点。大半个时辰了，连个泛白光的都没有。唉，果然话本小说里那种急事简陋的故事，都是编出来糊弄人的。赤须根来半斤。行家呀，这些都是好东西，算你200钱。赤血藤2两。这玩意儿药力强，100钱1两。真贵啊！若不是刚刚卖了白主根得了一大笔钱，这些气血药我连看都不敢看一眼。炼武真是个烧钱的无底洞。活血草给我来4两。活血草算你100钱，加起来更好500元。滚滚滚！你这老狗本就遭了病，拢共出不了几斤肉，吃坏了人。老李家几10年的招牌就砸了，我不收。换几10文钱就行，老子现在鸿运当场，几10万本钱肯定能一把翻盘，你收不收？你收上！这白光比百年老药还要浓郁10倍，狗宝，这老狗肚子里绝对藏着传说中的狗宝。老板，你这里可有狗肉卖？小哥来的不巧，今日还真是没有狗肉，不过猪、羊还有一条昨天卸下来的牛腿，我这儿都有。要是想吃野味儿，等上一个石头就有新鲜的。今儿馋了，倒是对其他的肉都没什么兴致。狗肉滚3滚，神仙也难忍。小子我就好这一口，可惜了。小哥，想吃狗肉，我家有，现成的，看，就那条。你糊弄谁呢？这狗老的牙都快掉光了，一身皮包骨，炖出来怕不是一锅柴火棍，能有啥吃头？肉都嚼不动。哎，小哥留步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老狗有老狗的味道，筋道越嚼越香，而且便宜啊！你看它好歹是条命，养了这么多年，50文。你看它这身量，50文买回去炖锅汤都嫌费柴火，30文顶天了。哎呦，我的小哥，30文也太少了！你看它好歹能出几斤肉，这样40文不能再少了。算了，这老狗看着就倒胃口，你自己留着吧。35文，35文就卖，就35文。35文，搭上这条细狗崽子，还差不多。这瘦狗看着也快饿死了，当个天条，我拿回去一并炖了，好歹能多点骨头熬汤。成，小哥爽快，2条狗，35文都归你了，你签好。果然没错，狗宝，真的是狗宝！医药行当3宝之一，被称作狗黄金的无价之宝，性寒凉，解百毒，乃是救命灵丹的主要引子。万中无一的造化，竟然让我35文钱就买到了。这造化弄人，他生命的枯竭，却成了我攀登武道的一段生机。苦了你了，下辈子投个好人家，莫再受苦。喝点盐水，解解脏腑的燥热，走得舒服些。我不急着取宝，你安安静静的走完这最后一程吧。倒是条知恩的，可惜血脉普通，灵性不足，用不上通心符。也罢，且养着吧。
成色上佳，竟真的是上等的狗宝。这一块，这分量，至少能换80两雪花银。连日来的拮据，买药材的窟窿，总算是解了。陆小哥，又寻沈爷，他老人家还没回呢。要是实在着急，我寻人去知会沈爷一声。不找沈爷，还是照旧出货。好家伙，这分量，这成色，是上好的狗黄金，比前年王员外家收的那块还大一圈啊！陆小哥，你这运气真是绝了！92两雪花银，沈爷定的规矩，同狗无欺，这价放哪儿都够公道了。多谢。钱是男人胆，有了这笔巨款，武道修行再也不用抠抠搜搜了。劳驾，2碗虎骨壮血汤，1碗参茸错体羹，现喝。5两雪花银。嚯，陆师弟这采药人果然当得有本事，5两雪花银眼都不眨一下。想来师弟这功夫很快又要突破了吧？借黄师兄吉言。呼，赚钱真爽，这滋补之力比之前强太多了。这2天顿顿药汤，气血虽然在涨，但太慢了。恶虎溪的3足禅距离成精只差1步，时间根本不等人。我气血根基好使，值得一搏。劳烦，给我换成这碗夺命汤。好霸道的药性，撑住，必须撑住！好小子，你这练功速度蕊实惊人，才几天功夫，竟然就跨过了那道坎儿，入进大成了。根基还打得如此扎实浑厚，看来那夺命汤没白喝。你这身子骨硬是扛住了药力，还化作了自身底蕴，不错，很不错。你现在的气血根基足以支撑你修炼真正的游蛇步了。游蛇步？我之前在宽屏上不是已经学过游蛇步了吗？难道那还不是真正的游蛇步？不错，先前你学的那游蛇步不过是打根基的东西，真正的游蛇步乃是一套高明的步法，练会了之后，足以让你的身法速度迈入到一个新的层次。看好了，此步法之精髓不在快，而在轨，如蛇行草莽，贴地疾走，转折无痕，飘忽不定。此步法练至深处，10步之内迅疾异常，任你拳脚再猛，打不中也是枉当。灵动诡异，这正是我现在最缺的保命手段。恶虎溪那只3足禅体型庞大如磨盘，动作必然不如蛇类迅捷灵活。若有此步法周旋，我便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宋教头，若武师要对付那些成了气候、皮糙肉厚的山野精怪，除了身法闪避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宝刀、利剑，最好是削铁如泥的神兵利器。
那些成了精的东西，筋骨皮膜之坚韧远超寻常猛兽，寻常刀剑砍上去，怕是连皮都破不开。拳脚力力再猛，打在他们身上也如隔靴撕羊，难以伤其根本。唯不用最锋锐的刀剑灌注全身力力，寻其弱点，一击斩断筋骨，破开皮肉，方有胜算。教头，请传授我真正的游蛇步。差不多是时候了，这几天夜里踩点。三足禅的习性已经摸透，该去学一把利器了。看货自便，明码标价。恶虎溪地形复杂，长兵器容易受制，这种便于贴身近战、灵活突刺劈砍的短刀才最合适。这柄短刀什么价？青钢掺了3分含铁屑，百段断打，30两雪花银，不二价。30两，狗宝换来的92两，烧身馆的药汤药膳如同无底洞，短短几日便吞噬了数十两。如今这柄刀又要拿走30两，唯不用最锋锐的刀剑，寻其弱点，一击斩断筋骨，方有胜算。对付三足禅，必须要神兵在手。若是贪几两银子的便宜，兵刃不强被其毁掉，我连命都没了。钱没了还能赚，命只有一条。好，就要它了。这刀锋锐，小心点用，别伤了自己。唉，92两雪花银，来得快，去得更快，如今又是囊空如空了。钱花光了又如何？该准备的都已备齐，今晚上是时候再进山了。若是从前跑上10里山路，双腿便如灌了铅，如今气血入尽，这险恶山道简直如履平地。以前撞在那些刨食的跟山狼，只能像条狗一样让路陪笑。如今这世道终究要靠拳头说话，想不受欺辱，就得赚够立足的本钱。吞食月华，这畜生果然在借满月修炼。就是此刻，血菩提，开悟增智，过目不忘，这可是千金难求的无上至宝。有了它，以后无论多晦恶的武功秘籍，我看一遍就能全部记住。好险，真是命悬一线。龙脊岭这一带，能孤身一人灭掉成了气候的三足禅的采药人，怕是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。我这下总算是没有辜负沈爷的期待。爷爷，您看到了吗？我有出息了。这外皮研磨成粉，是配置见血封喉剧毒的顶级材料。
绝不能破损。沈爷，小子这次可算没让您丢脸。哦，过往习武的疑难，宋教头讲的要点全通了。开悟，这就是开悟吗？以前需要琢磨半天的念头，现在瞬间豁然开朗。我如今大概就是真正开窍了。下山，该去收这份名声了。听说了吗？前日又有2个不知死活的采药郎折在恶虎溪了，尸骨都没找全。何止前日，这2个月算下来，被那祸害的，怕是不下10条人命了。我家表兄就是去了恶虎溪，再没能回来。那祸害皮糙肉厚，毒物喷出来，连石头都能石穿，简直成了精了。唉，寻常捕快衙役去了，就是送死。可不是嘛，衙门贴榜悬赏都贴了1个月了，50两雪花银啊，愣是没人敢接。唉，有命拿钱也得有命花呀。与师向采药郎陆晨为安宁县乡亲接榜除害。我的个亲娘嘞！六子，不，六哥，真是你！那溪里的妖怪让你给宰了！呀，我就说嘛，打小看陆哥哥就不是池中之物，那眼神，那筋骨透着股灵气。我说啥来着？要我说，还是沈爷他老人家手段通神，点石成金，定是得了沈爷的真传，指点了几手绝活，才脱胎换骨。这就是阳明的滋味，人人都热情，人人都友善，这世间冷暖竟如此泾渭分明，全系于名利之上。只要我一直赢下去，他们就得一直对我笑。吵什么？衙门重地，禁止喧哗。刚才是谁在喊接榜？差爷，是我，与师向陆晨。你接榜除害，小子，你可知道那恶虎溪的？这，陆哥哥有胆识，有本事，你且在此稍候，我这就进去禀告班头大人。这3足禅的分量，不知可够给沈爷正足脸面。衙门若能当众确认，这响动该是够大了。安宁县衙令，采药人陆晨孤身入山，永除恶虎溪为祸之凶兽3足禅，为地方除一大害，功在相指，特此赏纹银100两，以彰其功，以利民心。
我的老天爷，100两，整整100两官银啊！这是三足禅，官府都认了，陆哥是真出息了，大出息了呀！这是咱们安宁县的少年英雄，陆哥威武！扬名立万得利，100两官银，这能换来多少碗热气腾腾的水盆羊肉？足够我在烧神馆喝上多少碗夺命汤？后生可畏呢，陆哥。县尊大人让你进衙说话，随我来。八字衙门朝南开，有礼无钱莫进来。曾经的我，连看一眼这扇大门的资格都没有，如今我捧着100两赏银，堂而皇中的踏了进来，这就是实力带来的跨越。陆小哥，这位是汤师爷，还不见过。陆小哥，还不快行礼！草民与师向陆晨拜见汤师爷。呵呵，免礼免礼。英雄出少年，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啊！那恶虎溪的三足禅凶焰滔天，悬赏榜文贴了粤语，硬是无人敢接。想不到竟被你这般年纪的后生给除了，了不起，该赏。这100两纹银是你应得的。县尊大人得知此事，亦是连连抚须称赞。陆晨，你为安宁县立了大功。汤师爷明鉴，为乡亲除害，保一方平安，本是草民分内之事，岂敢贪图厚赏？这100两纹银于草民而言，实在过于厚重。草民斗胆，恳请师爷收回赏银，只求能为县尊大人和师爷分忧，便心满意足。小小一个采药人，非但不喜形于色，反而急着往外推。也对，100两雪花银足以让安宁县不少人眼红心跳。他一个无根无基的少年郎，捧着这堆银子走出衙门，无异于质子抱金，行于闹市。这是懂得破财消灾，用赏银换官府的庇护。小小年纪竟有这般玲珑心思。哎，陆小哥此言差矣，赏功罚过乃是朝廷法度，这银子是你应得的，岂有收回之理？快收下吧。草民惶恐，除害非为银钱，此银贵重，草民受之有愧，寝食难安，万望师爷体恤草民微末，收回成命。原来他竟是沈爷的徒弟，那这小子还真是更机灵了。陆小哥高义，不愿受此厚赏，本师爷感佩你的赤诚之心。不过你除害有功，此乃不争之事实。这100两纹银，你既执意谦让，本师爷便替县尊大人做主，收下这一定，算是全了你为公之心，也全了衙门的法度。至于这赏功嘛，陆晨听令。草民在。你做那深山采药人，实在是屈才了。今日本师爷便带县尊大人赐你此巡山铜铃，自即日起，你便是我安宁县衙认可的跟山郎。持此铃者，可自由出入县辖各山，稽查不法。望你持身以正，继续为乡资安宁效力。成了，跟山郎，有了这串铃铛，我就再也不是任由药铺掌柜随意拿捏的底层采药客了。这代表的是县衙的认可，是官府的背书。稽查不法4个字，就是一道能震慑宵小的护身符，哪怕真摊上事儿，也有了求诉的门路。这小小的铜铃，价值绝对远超那100两纹银。草民陆晨，谢过师爷恩典，定不负县尊大人与师爷厚望。汤师爷这份远超寻常的厚赏，分明是冲着沈爷的面子顺水推舟。我这点微末本事，还远不够让他们真正买账。力量，唯有自身的力量，才是立身之本。50两，
这得买多少碗水盆羊肉，够我在烧生馆买多少碗夺命汤。辛苦这位大哥，今日劳烦您引路通传，小子初得威名，日后在县里走走，少不得还要麻烦衙门里的各位大哥。这点心意，全当请大哥和诸位兄弟喝碗茶水。哎呀，陆小哥，你这实在是太客气了，太见外了。你放心，这银子我绝不白拿。我叫周武，从今往后，在这安宁县衙里头提你陆小哥的名头，3班衙役的兄弟们保管都卖几分薄面。有事儿你尽管开口。如此，就全仰仗周武哥关照了。县尊大人谕令，羽狮巷采药人陆晨，永除恶虎溪凶兽，功在乡子，特授巡山统领，擢为安宁县衙根山郎。县尊大人亲口赞曰：陆晨小兄弟乃我安宁县壮士也。儿子，快点！哎呦，真是六子啊，出息了，都能面见县太爷了。听见没？100两雪花银，这小子刚回来，总有松懈的时候。半夜摸进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周武哥，瞧见那几个缩头缩脑的货色没？羽狮巷的泼皮、赖头三、王八了，平日里欺行霸市的缺德事儿没少干，现在正盯着我怀里的银子呢。哼，几个上不得台面的臭虫。陆小兄弟放心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待会儿就让他们哭爹喊娘。快也饶命啊！爷今儿个心情不爽哩，拿你们几个杂碎撒撒气，怎么不服？各位街坊邻里，我陆晨今日侥幸除了妖兽，承蒙县尊大人赐下这巡山统领，若非平日里街坊们多少照拂，我一个孤小子难有今日。陆晨在此谢过各位高邻。50两银子换来周武的一顿铁齿，打退了豺狼，但这铁齿打不散人心底的贪婪，更打不出真正的敬畏。外力可借一时，可能是一世。县衙的统领，差役的铁齿，刀终究是别人的刀，唯有自身强大，才是真正的立身之本。出息了，六子。全靠沈爷您教导有方，小子侥幸得手，不敢居功。这禅衣特来献给您。这小子身姿挺拔，眼神清澈，却藏着锐利，眉宇间那股子韧劲儿愈发内敛。遇事不骄不躁，懂感恩。老夫果然没看错人。不错，不错。礼尚往来，你既送了我一份厚礼，我也给你备了一份回礼。随我来。回礼？
宋彪与我提过，你入了烧身馆习武，这是好事儿。我走的奇门路数最繁繁文缛节，你有本事想学什么尽管去学，我支持。这桶里用了整整10副虎狼大药，配上50年份的黄芪、野山参，熬了足足3个时辰，名为断骨洗髓汤，药力凶猛，能直透骨髓。我这铺子别的缺，唯独药材从来不缺。这一桶猛火熬煮的珍稀药材，成本至少80两雪花银起步。沈爷这份回礼太重了。师徒之间重的是传承，你既入我门墙，师傅栽培徒弟天经地义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这药性极烈，壮年汉子也未必熬得住。你进去试试，能顶住多少算多少。若实在受不住，立刻出来，保命要紧，不丢人。六子明白。好烫，像是有无数把烧红的尖刀在往血肉里钻。好，养龙筋，此法对根骨意志要求极高。你今日能引动此象，足见心性意志之间好得很。既然有此等造化，那就给为师练他个筋骨如龙，练他个顶天立地。筋骨像是被拆散了重新拼装过一样。这虎狼之药果然霸道，又得花钱了。烧身馆的药膳要钱。如今这身量见风长，一副鞋纹也穿不下了。前几日阳明巷子里的街坊提着鸡蛋野味来攀交情，应付人情也是个麻烦。雨师巷终究不是长久之地，得攒够200两雪花银，去内城买个带院子的青砖大宅才行。入进大城，这3日抽筋的苦没白吃。哎呀呀，陆小哥，可算等到你回来了。在下回春堂管事贾仁，久仰小哥根山郎的大名，今日特来拜会。贾管事客气了。陆小哥少年英雄，我们东家欣赏得紧，特意嘱咐在下，务必请小哥赏光加入回春堂，内城一座3进带小院的宅子，月俸纹银60两，每月还有5副固本培元的保身丸奉上，你看如何？贾管事美意，陆臣心领。陆臣已有师承，在沈爷处很好，暂无他念。哎呀，无妨无妨，陆小哥重情重义，既然如此，在下也不强求。只是听闻小哥得了3足禅，那禅衣不知可否割爱，价格绝对好商量。那3足禅衣我已献恩师沈爷，实在拿不出了，您的厚礼也请带回吧。既然禅衣已献师尊，也是情理之中，小哥再考虑考虑。回春堂的大门随时为您敞开。嘿，给脸不要脸的小杂种，真以为宰了头畜生，挂个破铃铛就高人一等了？在这安宁县，离了我们药铺商行，你那些山货烂在山里喂耗子去吧。傍上个半截入土的老棺材囊子沈长河，
就以为攀上高枝了。不识抬举的东西，咱们走着瞧，看你能得意到几时。走。你又突破了，好小子，这才几天，这筋骨，这气血，简直是脱胎换骨。沈爷当真是好大的手笔，先前他才入进大成，如今这股劲力，赫然已经破开了关卡，去到养血的层次了。若非那些价值不菲的虎狼药玉，绝无可能这般快。黄天行，你过来。宋教头，你先前已突破到入进大成，正该追求尽力反哺。如今陆晨也到了这般境界，正好，你二人当众搭把手，让我看看你们对尽力的掌控。莫要觉得他年岁小就轻视，否则你得栽个大跟头。一个刚来没多久的采药郎，就算走了狗屎运，得了沈爷的厚赐，强行拔高境界，也必定是根基虚浮，劲力松散，如何能与我这稳扎稳打的人比？陆师弟，请了，咱们就按规矩搭个手，试试劲。黄师兄，得罪了。怎么可能？这力量像是一堵浇筑了铁水的铜墙，硬碰硬，黄师兄竟然被震退了。好劲力！再来，双龙出海！停！完了！好一个游蛇部，好一手收发游心。黄天行，你输得不冤，气血搬运，引有虎豹雷音。筋骨发力，尽力凝练如混，这是踏入了养血之境，力冠第二重天的征兆。黄师兄，承让了，小弟侥幸突破，方才多有冒犯。陆师弟天纵奇才，我输得心服口服，是师兄我有眼无珠了。陆晨，你过来，你进技虽快，但对敌经验和招数还欠缺火候，今日我便给你拆解全理。陆哥，你如今风头正劲，有桩事儿，老哥得提点你几句。龙脊岭那地界盘踞着不少根山狼，这些家伙个个都是刀头舔血的狠角色，手上是真有几分邪门手段的。他们最喜欢抱成团，拉起那老胡子的巡山队。图什么？为啥？图的就是人多势众，好去搏那深山老林里的百年老参奇珍异兽。你如今在安宁县弄出这么大动静，名声在外，那些闻着腥味的豺狼必定会找上门来，想拉你弱火。陆哥哥，切莫被花言巧语迷了眼，那帮人是真正磨牙吮血的豺狼，10之8九都是翻脸无情，沾上了甩不脱，信他们，骨头渣子都给你嚼碎咽了。这巡山队里可有什么名头响亮的人物？首推那霸刀董霸，手底下养着7、8名专使快刀的硬茬子，他本人一把鬼头刀，不知斩过多少不服管的性命。
排第2把交椅的是鬼手薛超，此人路子野，跟回春堂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老爷们勾连甚深，做事不讲究，阴损着呢。余下还有几只，多是些同姓同宗的血亲拧成一股绳，这些人若起了冲突，反而对你危害更大，可得小心些才是。老哥的提点我记在心里了。入山寻宝，九死一生，每一寸沾着宝气的泥土都浸透了前人的血。如今我名声在外，那些豺狼定会盯上我。未来如何，暂且不明，但这方寸之地，筋骨围城，实力就是我最大的底气。贾管事，今夜兴致不高啊，是哪路不开眼的家伙触了您的眉头？东家那边半年一查账的日子快到了，这阵子邪了门，派出去的采药人连着折进去好几波，硬是没弄到几样够成色的毒物。这鬼日头毒得很，带毒的玩意儿都缩在阴沟缝里。本来我盯上了恶虎溪那只成了精的三足蝉，刀子都磨好了。别提那小崽子了，我刚从他那儿碰了一鼻子灰回来，一个不识抬举的狗东西。要不我找个他入丹上山的时机，悄没声的做了，一了百了。不可，他是沈长鹤罩着的人，而且近来风头太盛，在衙门那边也挂了号，动他那是自找麻烦。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尽快弄到够分量的毒物，给东家上供，否则咱俩脚下这条船迟早得翻进宝椒江喂王吧。放心吧，贾管事，我薛超办事什么时候让您失望过？这事儿我早打听过了，如今已经有些眉目了，只等着时机一到。气血大涨，饭量倍增，想要继续破关，药膳药浴绝对不能断。手里这几十两银子看着多，真花起来怕是连半个月都撑不住，还得进山。快让开！让开！好大的阵仗，金刚锁链，铁丝补网，这绝不只去采药，这是要去索拿什么恐怖的活物。瞧瞧这架势，董爷这是得了板上钉钉的线报，要进山博大货。博大货？我听在回春堂做事的表兄漏了口风，董爷这次的目标是一窝过山峰，那玩意儿毒的能蚀骨融筋，一窝少说也得有10几条，这去招惹他们，跟闯阎罗殿有啥区别？嗨，富贵险中求啊，小子，你懂个屁！回春堂在外面放了暗花，一条过山峰，只要蛇皮完整，毒牙不缺，60两雪花纹银现结，60两，你算算，一窝10几条，那得是多少白花花的银子啊！够你吃上一辈子，顿顿有肉，夜夜有酒。60两银子一条，确实诱人，但这帮人怕是连过山峰长什么样都没见过。那等凶戾毒物，等闲刀剑砍上去，只能崩出火星子，去招惹他们，根本就是找死。我现在的实力还招惹不起。董爸敢大张旗鼓地摆出金刚锁链和特制补网，必然是有十足的把握。这龙脊岭里最可怕的从来不是毒蛇猛兽，而是人心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在这片吃人不吐骨头的林子里，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倒霉事每天都在上演。董爸的威风是踩在无数尸骨上立起来的，他的猎物没人敢去涉足，这便是他稳坐头把交椅的底气。我需要大货，
但绝不是去舔董爸那口沸腾的油锅。董爸的做派提醒了我，唯有实力才是根基。如今气血处于上升期，不能单靠烧参馆的药膳，自己也得买些温和的药材，日常熬汤泡水。店家可有品质尚可的山药和甘草？党参何首乌太贵，且药性霸道。身子是鼎炉，莫求一步登天。药性霸烈之物，虚不受补，反伤根基。山药补脾养胃，甘草益气清热，最适合我现在固本培元。喏，都在那儿了，自己挑吧。店家，没有20年以上的老山药吗？或者同等年的甘草也行。去，老山药和甘草什么价你不知道？这些药药力也够。你个穷酸小子，讲究个什么？20年的药材，你掏得出银子吗？莫不是跑来拿大爷寻开心？没有，爱要不要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混账东西，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这是咱安宁县除了三足禅祸害的英雄，陆晨陆哥哥。前阵子替街坊邻里挡灾的义举，你这不长耳朵的蠢货没听过，竟敢如此怠慢！滚去后面劈柴去！是，东家息怒。陆哥，快请坐。地下人不长眼，您多担待。愣着干什么？快给陆哥上茶！把我的雨前龙井拿出来！这就是名声带来的好处。但凡听过我事迹的，不管真心假意，总要给几分面子。多谢东家。东家，我想问问，贵店可有品质更好些的山药和甘草？方才那些药性怕是弱了些。东家，您这寄生堂门面宽敞，地段也好，只是小子有些不解，为何不多进些成色上佳的好药摆出来，也方便似小子这般有需要的人采买，不是？陆哥，你是有所不知啊。开药铺这行当，看着是打开门做生意，自由买卖，可实际上，哪能是我想收什么药就能收什么药？哦，这是为何？买卖进出，难道不是东家您自个儿做主吗？规矩，都是规矩呀！安宁县这地界，药材行当的规矩，早就定死了。陆哥，你细想，龙脊岭每天进山的人数众多，采出来的好药材一车车往外运，药贩子收上来，铺子洗净炮制，再卖到州府大城，这前后养活了多少张嘴？这是一座流淌着金银的金山银海呀！这么大一块聚宝盆，能没人盯上吗？茶马道上头那些手眼通天的贵人们，好些年前就嗅着味儿来了。他们纠集起来，组建了庞大的商队，创下了响当当的字号红帽行。红帽行？他们一进场，直接广撒银琴，开出比市价高出2、3成的天价收购药材。采药的、跑山的，谁不喜欢白花花的银子？自然是争着抢着把最好的山货往红帽行送。我们这些本地小药铺拿什么拼？拼价格拼不过，拼货源抢不到。熬了不到2年，要么乖乖签了卖身契，做个看人脸色的分号，要么就只能关门大吉。大鱼吃小鱼，先以重力相诱，把持源头和销路，让对手无路可走，待对手奄奄一息，再赶尽杀绝，最终一家独大，只手遮天。不见刀光的买卖行当，凶险竟丝毫不逊于龙脊岭的搏杀。红帽行彻底做大，成了土皇帝，这行规就是他们定下的天条，
像我这寄生堂，当年骨头硬没钱卖身契，所以现在只能收到些人家指缝里漏下来的下脚料，好药门儿都没有，敢收敢卖，第二天铺子就能让人砸了。我这把骨头也得扔进宝椒江喂鱼。陆哥，你若真想寻好药，还是去回春堂看看吧。他们杨东家是红帽行大老爷跟前的红人，整个安宁县，也就他们能光明正大的买卖上等好药了。多谢东家解惑，小子受教了。难怪回春堂行事如此肆无忌惮，强买强卖，连衙门都睁只眼闭只眼。原来他们背后杵着红帽行这棵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。行当龙头，这安宁县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20年份老山药，上品甘草，成会450文。寻常10几论论斤称的药材，只因年份稍足，仗着红帽行撑腰，竟敢卖出天价，简直是明晃晃的抢钱。哟，这不是咱们安宁县新进的根山郎陆晨陆小哥吗？今天也来照顾回春堂的生意，年纪轻轻就有这等本事，前途无量啊！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跟着哥哥我混？保你吃香喝辣，龙脊岭的大货任你挑拣。薛爷抬爱了，小子也惯了，本事也浅薄，怕是入不得薛爷法眼，只想采些小药混个温饱，不敢有非分之想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勉强。陆小哥的账记在我薛某名下，算是我这做哥哥的一点见面礼。此刻若再推辞，便是当众打着笑面熟的脸，以他睚眦必报的凶名，必然结下死仇。如此，便多谢薛爷厚赐，小子愧领了。这才对嘛，陆小哥，这龙脊岭的天很快就要变了，到时候就是哥哥我说了算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机会可只有一次。我的天，昨儿夜里抬下来的金刀董霸在龙脊岭栽了，何止是他，他手底下那帮使快刀的狠角色一并折进去大半。听说是捕那窝过山峰出了岔子，全军覆没。董霸被人抬下来的时候，胸口老大一个血窟窿，就剩吊着半口游丝气了，连夜送去了医馆。连金刀董霸这等盘踞州多年的强者都一招倾覆，龙脊岭内当真是步步杀机。陆大夫，求求您再想想办法，只要能救回我夫君，妾身愿散尽家财。董夫人，非是老朽见死不救，董爷被过山峰王的奇毒侵入桑府，又吸入了剧毒瘴气，两股毒力已彻底侵害心脉本源，毒入骨髓呀！难道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办法倒还有一个，若能寻到一株上百年份、品相完好的焦血草，取其精华，或可博得一线生机。焦血草，回春堂可有此物？无论多少银子，我都买。百年焦血草乃稀世奇珍，回春堂未必有。就算有，他们料想也不会将此等救命神药卖给你们啊！薛爷，消息千真万确，董霸那老小子栽在黑风涧了。抬进妙手医馆的时候，浑身紫黑，跟块烂肉似的，就剩半口气吊着了。什么半口气？我看就是死人一个。那可是过山峰王的毒，加上积了100年的老毒瘴，神仙来了也难救。董霸要是当场咽了气，自然万事皆休。可他要是还吊着那半口气，他手下那帮红了眼的刀客，还有他那个如花似玉的夫人，
可不会轻易认命。薛爷英明，不过就算他命硬撑过一时，也绝对是个废人。他那巡山队散架是迟早的事，那些地盘、进山的门路，还有他积攒下的金山银山。是啊，薛爷，听说董爸那夫人可是咱们安宁县出了名的美人儿，以前有董爸这头猛虎守着，谁也不敢多看。现在嘛，薛爷，您如今可是龙脊岭当之无愧的这个，如此角色，何该归您所有？董爸一个快死的人，哪里配得上？地盘、门路、银子，自然是好东西。至于美人嘛，龙脊岭的规矩，从来就是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好东西，自然要归最强的人享用。等着吧，等到董爸彻底死了，手下做鸟鸟散，他的一切我都可以兵不血刃地拿过来。到了那时，这龙脊岭的头一把交椅也该换人了。哼哼哼。听说董爸那队人马撞上了硬茬子，那窝过山峰里养出了一条成了精的王蛇，磨盘粗细，鳞甲刀枪不入，喷吐的毒物能融金化铁。可不是嘛，巡山队的好手被搅碎了好几个，要不是死忠心腹豁出命把董爸抢出来，早连骨头渣子都没了。这事儿透着邪性，有人看见鬼手薛超的人，在董爸他们进山前，也在那附近晃悠过。董爸前脚刚废，他手下几个得力干警立马转投薛超门下。薛超这手够黑呀，踩着董爸的尸骨往上爬。薛超是豺狼，董爸是猛虎，撕咬更迭不过是猛兽争夺地盘，谁生谁死，与我何干？药膳滋养，庄公打磨，气血越发雄浑了。算算花费，也该又到了进山的时候。小家伙，这几日倒是养出了些灵气，总得给你起个名儿，小白、旺财，都配不上你这股子机灵劲儿。你想让我带上你一起进山？龙脊岭的采药人向来有豢养搜山犬的传统，你若是真愿意跟着我穿过深山老林，踏过险滩毒障，往后咱俩就相依为命，咋样？好，那咱们就说定了。还没给你起名呢，干脆就叫你啸天好了。这次进山只为采些寻常药材填补家用，稳妥为上。走，啸天，进山。西边大田坳地势平缓，林木疏凉，阳光足，正适合采普通草药。山有主，林有界，若非有了这根山狼的身份，跨过这道界碑，便是下狱充军的罪名。要死！开！黑红交织，死气与血光之灾，哪怕是这靠近外围的龙尾区域，也绝非善地。那大祸去不得，就是那儿了。小天，咱们过去瞅瞅。突破这养血之境，体内气血奔腾不息，不仅力气绵长，连开启天眼的消耗也大为减轻，再无之前的疲惫昏沉之感。大丰收，
老虎浆，老虎浆，学名黄精，仙家余粮也。寻常采得，须经9蒸9晒，退其滋腻。传闻上古修士常以此物辟谷修行，撞大运了！这可是固本培元的好东西。50年、80年，看着枝叶形态，竟是上百年份的老药，怎么会生得这么好，而且如此有序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山壁最深处到底藏着什么？500年，这绝对是500年份的旷世奇珍！发财了，这下真的发财了！仅此一株，莫说买带院子的青砖大宅，就是买下安宁县最繁华地块的3座大宅子都绰绰有余。糟糕，成精了！求饶！你是想求我放过你，不要把你挖走，对吗？一株好药能躲过采药人的镰刀，避开山中猛兽的獠牙，熬过整整500载春秋化形，堪称天地造化。他空有500年道行，却无力自保，能活到现在全凭侥幸。入山采药，取7、8，留2、3。若行那竭泽而渔之事，便是自绝生路，折尽福报。金山银山，可以凭本事慢慢去挣。大宅子，早晚也能买得起。可若是为了眼前这点富贵，断了你这500载才修得的灵性，那才真是亏了良心，折了福报。行了行了，我不挖你，快走吧。你是说让我往那边去？那里有好东西。好，我明白了，多谢你的指点，我稍后一定过去看看。摘都摘了，总不能让我再埋回去吧？哎，再挖一条，凑个18条的级数。山神庙，这毒瘴弥漫的深山老林里，怎么会有一座庙？荒山立庙，必有官府牒文或乡绅财力支撑。这龙脊岭深处人迹罕至，建庙于此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开！没有煞气，看来那黄金小人儿倒没存心诓我。1人不进庙，2人不观景。荒山孤庙最易藏囊精怪，我一个人进去，阳气不足，容易被迷了心智。是了，我现在可不是孤家寡人一个了。进去小心点，发现任何不对劲儿，掉头就跑，千万别逞强。看来里面真藏着什么好事情。走。也不知这供奉的是哪路尊神。爷爷说过，入庙烧香，非为求利，
实为静心。无论庙宇大小，既入此门，当存恭敬。小子陆晨偶入宝刹，惊扰尊神，祈望恕罪，愿神灵庇佑。善，地气精华，运而不散。好家伙，六子，你这是掏了黄金的老窝了，这几条足有100年份呐！哦，品相极佳，药性精纯，这些100年黄金，寻常蒸煮只会暴殄天物。去准备器械，当以9蒸9晒古法炮制，每一步都马虎不得。是神爷爷。此古法耗时至少需7日光景，待炮制完成再按制论价，绝不亏你。时近晌午，留下来在后堂用饭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这饭……黄精者，地之精也，食其精华，自能壮气血，补根基。这几日你好生练功，将这股药力彻底化为己用，莫要浪费了这份滋养。好猛的劲头，仙人余粮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才啃了几天黄金根须，气血壮大的速度竟这般快。个子蹿得太快，这旧衣裳是彻底穿不下了。现在手里有黄金换来的巨款，是时候给自己添置一身合体结实的行头了。顺便盘算盘算买宅子的事儿。沈爷铺子里那批100年黄金，扣除分运工费，落到我手里的少说也有300两。内城边缘带院子的房子，地段差的也得100两出头，位置好的怕是要350两，加上牙行的抽成，还是有些紧吧。不够就再攒攒，或者下次进山再搏个好彩头。几百两银子在手，底气已然不同。哎呦，这不是除了三足闪为咱们安宁县立了大功的陆小哥吗？稀客，快里面请。您想看看什么样的衣裳？咱们这儿新到了几批好料子，又透气又挺胯，还有现成的成衣，都是老师傅的手艺。这匹靛青色的细棉布做外袍长衫，那匹月白色的软棉布做里衬中衣，再配一根结实的牛皮腰带和一双千层底青布鞋。好眼光，这靛青色最耐磨，月白色贴身透气。您里边请，试试合不合身。这是我。陆小哥，您瞧瞧，这身衣裳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，这气度，走在街上说您是州府里来的贵公子都有人信。且正。董夫人，白纸黑字，红手印按着，这可是你家董爸亲笔签的欠条，欠我回春堂上好的人参灵芝救命药整整300两雪花银。如今董爸眼看是不成了，这债总得还吧。薛超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，我家夫君为人顶天立地，从不曾欠过这等无中生有的借据。这手印定是你们趁他昏迷不醒强行按下的。放屁！人证物证俱在，官府老爷断案也得判我赢。今天要是拿不出银子，就乖乖腾房子，拿地契抵债，到时候孤儿寡母流落街头，可别怨我薛某人无情。嘘，小声点，什么欠条？分明就是薛超看董爸不行了，要吃绝户啊！董爸一倒，地盘生意全归了薛超，现在连最后安身立命的宅子都要夺走。这豺狼当道，龙脊岭的天彻底变了，趁你病要你命，
这世道，失去力量庇护的财富，便是催命的毒药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董霸那等猛虎尚且落得个任人宰割的下场，我若仗着几分薄名便招摇过市，迟早也是死路一条。薛超此人笑里藏刀，绝非善类。宋教头说过，董霸、薛超之流能在龙脊岭称王称霸，早在多年前便已内壮大成，一身气血凝练如猛，只差临门一脚便能踏入气关，成就武师之名，安身立命。听着容易，做起来难如登天。没有足够的力量守护，再大的本事，也不过是质子抱金行于闹市，徒惹豺狼觊觎。董霸倾覆，便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。再有个10天半月，气血便能再上一层楼。到那时，便能尝试冲击内壮的层次了。哈，香肉滚3滚，神仙站不稳。可惜你小子不喝酒，这滋味给个神仙都不换。皇叔吃好喝好便是，我喝这茶水一样畅快。爷爷在世时爱用筷子蘸烧酒逗我，那火辣刺喉的感觉至今难忘。后来独自求生，温饱尚且艰难，哪有闲钱碰这物事？托龙脊整不太平的福，我这背时生意好得很，一天上下山2、3趟，银子没少赚。不过说起来，你小子最近风头可盛得很啊，拜入沈爷门下，又进了烧身馆打磨筋骨。我瞅着这身板比之前厚实了不少，眼神也更亮堂了。皇叔过奖了，不过是求个安身立命罢了，不敢谈什么出息。小小年纪老气横腔的，伙计，再来一壶温的黄酒，要沉的。这黄酒醇厚不辣嗓子，你尝尝。咱们活在这世上太苦了，起早贪黑，刀口舔血，没这玩意儿麻痹一下，不如醉他个痛快。小子，听叔一句劝，千万小心鬼手薛超。他正琢磨着要统合龙脊岭所有的跟山狼、巡山队，坐实他龙头老大的位置。你记住，千万别犯傻，别跟他对着干，别出头。那家伙心比蛇毒，手段狠辣。他现在正缺一个够分量、够扎眼的靶子，拿来立威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薛超要立威，而我最近名声鹊起，手握县衙统领，又背靠沈爷，简直是龙脊令最扎眼的活靶子。多谢皇叔提点，小子记住了。薛爷，您真是神了！董霸那老小子折在山里的过山峰，您一出马手到擒来，过山峰王在您那鬼手面前就跟条泥鳅似的。兄弟们跟着您，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就是，薛爷威武，龙脊岭第一把交椅，非您莫属。以后这山里的大货，还不都是您碗里的肉？兄弟们跟着薛爷，那真是吃香的喝辣的，穿金的戴银的，享不尽的富贵。薛爷敬您，以后刀山火海，您一句话。哈哈哈，说得好！弟兄们跟着我薛某人，保准让你们吃香喝辣，衣食不愁，银子女人样样不缺。这龙脊岭从今往后就是咱们兄弟的聚宝盆，喝，今夜不醉不归。喝，接着喝，老子还能喝10碗。薛爷，您歇着，兄弟们去前头接着乐呵。一帮蠢货，只配做探路的耗子。贾管事，久等了。薛老弟好手段，那窝过山峰的毒牙成色极佳，毒性猛烈，东家见了很是满意，这次算是解了燃眉之急。查账那事儿可以再缓上一缓了。缓一缓是好事，
但想真正讨得东家欢心，让他老人家高看一眼，光凭着一窝过山峰，恐怕还不够分量。老弟看得明白，东家的胃口大着呢。我晓得。对了，贾管事，我上次托你办的事，那20个学徒什么时候能到？薛老弟，你一次性要这么多学徒做啥？回春堂采买调教这些学徒，花费的银钱和心血可不是小数目。你前后借走的那些人，有几个是全虚全伪回来的？贾管事多虑了，这次要搜一片宝地，地方大，瘴气重，岔道多，需要人手铺开探路，自然就要多用些人。放心，这次我亲自带队，定会多加小心。贾管事，董爸那口气眼看就要咽了，再熬上几日，等他一蹬腿，这龙脊岭就是我薛超当家做主。到时候所有进山的门路，所有的大货源头都捏在我手里。只要这一趟成了，让我再得一件惊天动地的大货，那些还在观望的跟山狼自然心服口服，唯我马首是瞻。到那时，你我兄弟在这安宁县就不再是仰人鼻息的管事和把头了，咱们就是真正能呼风唤雨的1号人物。东家说不定到时候他都得指望咱们，再不敢视若走狗般随意使唤，摆脱下人身份，连东家都要倚重，这前景太诱人了。薛老弟，你最近动作不小啊，又是问我要大批学徒，又是在城外悄悄招募干活的瓦匠木匠，还撒出去几百两雪花银，你到底在谋划什么？贾管事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这是一桩天大的造化，你只管把人给我备齐，待我做成尘埃落定之时，自然会将这桩泼天的造化原原本本告知于你。鬼仇见证的瘴气如活物般凶厉，若无这狗宝护住心脉，踏入便是死路。小天，莫出声，惊了林中的活物。开死他！阴中带煞，九死一生。年份足的槐阴草，就在这煞气最重的地方。百年一种，阴煞结晶。此行目标达成，且远超预期。趁着夜色未退，速速下山。那是什么？龙血草。沈爷的真本要经上记载过，生于极金极煞之地，吸取至阳龙气变异，能解万毒，伐毛洗肌，活死人肉白骨。金刀董爸正躺在医馆里等死，这株龙血草就是他唯一的生机，若是拿去董家，能换来多少金山银山。这玩意儿比我之前杀的那只三足麻还要恐怖10倍，我绝对不是对手。董爸是死是活，与我何干？银子再多，也得有命花。董爸病入膏肓，薛超那头豺狼必会亮出獠牙，只要他们暂时惹不到我头上。董夫人，你还是早做打算吧。令郎君恐怕很难撑过今夜了，便是用那100年老参熬成的续命汤，也吊不住他那口散逸的心气。人心口那点生气一旦散了，便是神仙也难救啊。陆大夫，难道真就一点法子都没了吗？这些天，那薛超步步紧逼，他手下的泼皮无赖日日上门寻衅滋事，砸东西，污言秽语，硬是把好好一个家搅得鸡犬不宁。夫人，那薛超就是头喂不熟的豺狼，他贪图董爷的基业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董爷若真有个3长2短，他只怕会做出丧心病狂之事啊！完了，董大哥一走，
龙脊岭真就成了他薛超的天下。薛超那厮心比蛇蝎，咱们以前跟着董大哥，没少跟他的人干仗，结下的梁子海了去了。他如今势大，又睚眦必报，咱们几个只怕是没活路了。烧神馆的宋彪宋教头登门拜访，他指明要见董夫人。灵堂都还未设，棺椁都未备齐，宋教头这就赶着过来了。宋彪是内壮大成的高手，与我家夫君素无交情，深夜前来，莫非是来落井下石，与那薛超沆瀣一气？宋教头，总爷尚在病中，夫人悲痛，此非获客之时，还请留步。宋彪，你过来这里是想干什么？拦我！这会儿你们挡着爷爷的路，再过片刻，只怕你们要跪在地上，哭着喊着求爷爷我进去。宋彪，枉你出身烧神馆，谁人不知齐馆主为人光明磊落？你身为他的得意弟子，却与薛超那等豺狼勾结，趁董爷病危落井下石，实在不配做齐馆主的徒弟。薛超，不过一条得志的柴犬，也配与我宋彪勾结？他算什么东西？宋教头深夜驾临，不知有何指教？鲁大夫，董霸那厮若还没咽下最后一口气，那就还有的救。鲁大夫，董霸那厮若还没咽下最后一口气，那就还有的救。宋教推，董爷命悬一线，那过山峰瘴毒早已深入骨髓，缠绕心脉，老朽穷尽所学，也只能延缓。纵有神药，也难化解那盘踞心脉的毒煞之气呀。除非是那至阳破至阴，能活死人肉白骨的龙血草。龙血草，此物生于极阴极煞之地，百年难遇。便是董爷全盛之时，集所有跟山狼之力，也未必能寻得一丝踪迹呀。宋教头，求您救救我家夫君！只要您能赐下龙血草，妾身愿散尽家财，变卖所有田产宅地，绝无怨言。龙血草，宋教头真有这等神物？董爷若死，薛超必拿咱们开刀立威，拼了！宋教头，方才是我等有眼无珠，口出狂言，求您大人大量，救董爷一命，我等愿做牛做马，报答大恩。哼，跪我作甚？你们求错人了。陆小哥，他才是你们真正的恩公。他小小年纪，竟能采得那传说中伴有凶厉精怪守护的龙血草。宋教头莫不是在消遣咱们？龙脊岭深处那鬼地方，咱们都不敢轻易踏足。他一个半大孩子。陆小兄弟，看来咱们是自作多情了。人家董家高门大户，信不过咱们这点微末本事。也罢，既然人家不信你，这趟浑水你也没必要趟了。好。宋教头且慢，陆小哥请留步。只要能救我家夫君，两位的大恩大德，董家没齿难忘。银钱地契，只要二位开口，妾身绝无二话。陆小哥，若能救董爷于危难，从今往后，我等兄弟任凭陆小哥差遣，刀山火海，绝无二话。我并没有采到龙血草，但我知道龙血草确切下落。董夫人若真想救令郎举，须得派出几名真正的好手，加上宋教头亲自压阵，合伙进山，方有一线机会将那龙血草带回来。薛爷，妙手医馆那边得了准信儿，董爸那口气绝技熬不过今晚，天亮之前必死无疑。好，死得好！没了董爸这头病虎，这安宁县还有谁配压我薛超一头？从今往后，龙脊岭就是咱们兄弟伙的聚宝盆。他董爸定下的规矩，统统作废。以后这山里的油水都得按我薛超的规矩来分。
来人，救济弟兄们，随我去妙手医馆讨债。滚开！薛爷驾到，还不开门？干什么？董爸都已经死了，你们还想给他守灵守到几时？识相的，赶紧让董家那小寡妇出来，把账算清楚。薛超，你休要放肆！夫人吩咐了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老东西，活腻歪了！董爸，你没死！薛超，你是还想再领教领教某家的金刀不成？他不是中了过山峰的毒吗？怎么可能站得起来？这气血，这杀意，哪里有半分将死之人的模样？他若是拔刀，我连15招都走不过。哼，董某人八字够硬，阎王爷嫌我煞气重，不敢收。薛超，咱们之间的账，你是要今天清，还是改日算？董哥，这真是误会一场啊！我是听说你在龙嘴岭遭了罪，心里头难受得很。咱们兄弟伙儿同气连枝多少年了，何必动刀动枪的，伤了和气啊！那我之前被你拿走的地契和扣押的药材货物，你待如何交代？董哥误会了，那些东西我只是怕有鼠辈趁着董哥你重伤的时候再做文章，才帮董哥你保管了一阵儿。既然如今董哥你已经恢复如初，所有东西自然该归还于你。哼，最后问你一句，董某人何时给你写过欠条？是我糊涂，受了狗东西的挑拨离间，董哥大人大量，还望多多包涵。狗一样的东西，竟敢挑拨我与董哥之间的交情，死不足惜！董哥，您大人大量，都怪小弟我猪油蒙了心。您是何等人物，岂会写这种下三滥的欠条？简直是笑话！滚！董爷小心，龙血草性至阳至刚，确实将瘴毒拔除干净，保住了你的性命。但此药犹如烈火烹油，你脏腑被剧毒侵蚀过久，根基受损严重。如今毒虽减，元气却已是大伤。接下来10天半月，你须得静养，收敛气血，万不可再妄动真气与人动手，否则伤了5道根基，神仙难救。有劳陆大夫。陆兄弟，董某人这条命能从鬼门关前硬生生倒转回来，全赖陆兄弟高义援手，此恩重于泰山，董爸没齿难忘。从今往后，陆兄弟你的事，就是我董爸的事，刀山火海，绝无二话。方才从薛超那个手里追回的地契，还有那些被强占的药材货物，统统整理出来。陆兄弟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这些全当是我董爸的一份心意，请你务必收下。看命，这山海小印竟能直接关进他人当前的秘术显化，这已是近乎神仙的手段。董大哥言重了，这等厚礼，陆晨万万不敢受。陆兄弟，你救我性命，这区区地契和药材如何受不得？我不过是略尽绵薄之力，指了个方向罢了。真正豁出性命，深入龙脊岭虎穴，将龙血草带回救董大哥于垂危的，是宋教仇，是这些不畏艰险的巡山队弟兄们。这首功，理当记在宋教仇和诸位哥哥头上。哈哈哈，好小子，说话办事滴水不漏，这心挺当真难得。陆哥，要不是你指路分毫不差，咱们就算有10条命，也摸不到那龙血草的边儿。大宅院要雇人，药材会惹眼，收下这泼天富贵，
便是昭告天下我坏了薛超的好事。以我现在的微末道行，根本挡不住薛超的疯狂报复。就是陆哥这份寻踪秘宝的本事，俺们是彻底服了。依我看，这龙脊岭的交椅早晚有陆哥一席之地。陆兄弟，既然福财俗物你看不上眼，那从今日起，我董爸愿与你拜个把子。陆兄弟若不嫌弃，从今往后董家便是你家，凡我董爸所有，你皆可共享。荣华富贵有我董爸一份，就有你陆晨一份。董爷竟要和一个采药少年结拜，这陆哥真是一步登天了。董大哥，哈哈哈哈！好兄弟，弟兄伙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往后见到陆兄弟，就如同见到我董爸本人，谁敢有半分怠慢，我这口金刀绝技饶不了他。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，拜见陆爷，谢过二当家。夫君，你大病初愈，莫要动了肝火，快回房歇息吧。兄弟，哥哥先去歇息，晚些时候咱们再续。后生可畏呀，连龙血草这等宝药都能寻得。陆小哥，你之前途当真不可限量。这是那条守护龙血草的大蛇留下的蛇胆，老夫已用秘法炮制过，最是温养气血，壮大根基。你拿去，对你大有裨益。成了气候的大蛇蛇胆，这正是我眼下冲击内壮最需要的大补之物。他怎么没死？他怎么可能没死？老子费了多大的心思，安插心腹，散播消息，拿那窝过山峰当饵，才引得董爸那蠢货进了套。又花了多少力气才突施暗箭，把他打成重伤，让那剧毒入骨入髓，只差一步，只差最后一步。这头挡路的老虎就该咽气了，龙脊岭就该是我薛超的囊中之物，棋差一招，棋差一招啊！废物，都是废物，给我去查，掘地3尺也要给我查清楚，董爸那厮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？是谁坏了老子的好事？大哥，这家伙说他知道董爸为啥能起死回生。说，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？薛爷明鉴，小的住在雨石巷，跟那陆六子就隔了几间屋。那陆六子昨儿半夜3更鬼鬼祟祟溜出门，我有兄弟亲眼看见，他先是去了烧参馆，没过多久就跟着那宋彪一起进了妙手医馆。薛爷您想啊，董爸前脚眼看就要断气，后脚陆六子跟宋彪就去了，紧接着董爸就活蹦乱跳了，这事儿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。陆六子，那个刚混上跟山狼没几天的毛头小子，你说他能采到龙血草，还是半夜进山？他不怕龙脊岭深处的瘴气毒虫？他有这个通天的本事？这个，哼，龙血草是何等宝药，非龙脊岭深处百里凶绝之地不能生。便是踏入了气关境界的高手，也不敢轻易在夜间独闯。他陆六子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刚入门的采药郎也配？我看是你跟那陆六子有过节，想借刀杀人，拿我薛超当枪使。老子治不了董爸，难道还收拾不了你这等下三滥的玩意儿？让你糊弄！薛爷，冤枉啊！小的抬走，扔乱葬岗喂狗。去把回春堂过来的那批学徒都给我带上，老子要进山。进山？薛爷，这深更半夜的，龙脊岭里头可是……让你去就去，废什么话？是。薛爷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闭嘴，跟着走！再多问一句，
剁了你喂野狗！薛爷，后头有人撑不住了，把他们背上，一个都不许丢下。大哥，咱们这趟办大事，带着这些累赘做甚？不如……别多问，这些人都有用。这鬼地方咋会有座大庙？都听好了，就在这儿休息落脚。我薛某人纵横龙脊岭10几年，什么样的阵场没见过？今夜带你们来这儿，就是要取一株传说中的宝药——肉白骨。肉白骨，只需捣碎外敷，断肢白骨，皆能催生新肉的绝世神物。尔等若能助我采摘到手，便是立下大功，每人赏50两雪花银。50两，我干！薛爷，我这条命卖给您了，誓死追随薛爷，采宝药，采宝药！你们两个立刻下山，运足3天的干粮和酒水上来，其余人随我进庙。这到底是啥庙？供的哪路神仙？咋看着透着股邪性？此乃狐仙庙，供奉的自然是法力无边的仙家。吃吧，多吃点儿，只要能填饱这尊大仙的胃口，那20个学徒的命死得值。皇叔，最近龙脊岭的生意忒好了，成天都有死人，好的简直邪门。等忙完这阵子，非得找你好好喝一顿。陆哥儿有所不知吧，是薛爷。好些天前，他深更半夜带着几10号人浩浩荡荡进了山，说是要搏大货。可邪门的是，自打他们上山，这抬下来的死人就没断过，每天少说也得有3、5条，也不晓得是闯进了哪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绝境。绝招，搏大货，这绝不是寻常的采药折损，他带进去的人，分明是送去填命的素材。这趟大祸背后，必有天大的古怪。敢问大仙，可还满意？求大仙慈悲，救我一救。那董霸他一日不死，弟子便一日寝食难安。求大仙施展神通，助我除此心腹大患。寻常黄仙数10只活鸡便能请动，但这尊狐仙道行深不可测，唯有蕴含恐惧的生魂血石才能入眼。那20个学徒的命，就是我献上的祭品。还有那个不识抬举的狗东西，纵有一丝可能性与董霸走近，你也该死。结此一善缘，当结汝一劫数。
不想一甲子不睁眼看着人间，龙脊岭这方灵秀之地，竟已沦为乌烟瘴气、魑魅横行的安杂之所。是。董霸、陆沉，本仙起坛做法，耗费心神，更损道行。事成之后，需补我20只上好肉鸡，以作滋养。绝不敢怠慢仙家。你若能为我筑庙立像，饮新鲜血食，我可保你从此荣华富贵。祭起杀伐之坛，须有仇人之凭借为引，方可隔空骤杀，魂飞魄散。可有他们2人的凭借？有的，有的。仙家，这便是那董霸的贴身之物。至于那陆沉小儿，弟子未曾特意收集其贴身之物，但他不过是个住在雨石巷里的半大毛头小子，连内壮大成的修为根基都没有。不过一介蝼蚁，想必以仙家通天彻地的法力，只需念住他的名讳，定能轻易拘来魂魄，令其魂飞魄散罢了。死吧！都给老子死！夫人，这些日子苦了你了。夫君说的哪里话？只要你平安，比什么都强。等你养好了身子，快去请陆大夫。夫君，快来人啊！陆沉，陆沉。吵死了！谁在外面叫魂？动不了，鬼压床。不对，这不是外面的邪祟压的，这股力量在我的脑子里。
御史相采药人陆沉，速来！听我号令，陆沉速来！居然叫不动他的魂魄。薛超那厮分明说他只是个半大的毛头小子，连个采药小儿的魂魄都聚不来，岂不是显得本仙手段低微？御史相采药人陆沉，魂灵听令，速速归位，给本仙！天塌了！你这祸害，也敢立庙称神，自盗仙家！饶命！山神老爷饶命！小的再也不敢了，求老爷开恩！开恩啊！你可知错？知错，小的知错，恳请山神老爷开恩，饶小的一条贱命。那你自宰吧。山神老爷，此刻自裁，100年道行一朝散尽，尚可留我一魂一魄。可不对，你不是山神老爷。哈哈哈，你要是真正的山神老爷，执掌山川符招，一指头就能将我形神俱灭，何必直回我这区一座新庙？何必还要与我废话，装神弄鬼？差点被你唬住了。何方神圣，藏头露尾，戏耍本县，自取灭亡。仙家，您没事吧？哼，无事。许久不曾起坛做法，有些手生，引动的灵机过头了而已。不过，薛超，你且与本仙好生说说，你这2位仇敌究竟是何等来头？尤其是那个住在雨师巷的陆沉。这山海印为何突然镇压我的身躯？外面那诡异的叫唤声虽退了，但这镇压之力何时才能消散？你可是叫陆沉？是，可愿随我来？好。好冷，这是哪儿？莫要怕，跟着我。没脚印，没影子，鬼还是山精野魅？这刺骨的阴寒，恍惚间竟像极了7、8岁时跟着爷爷赤脚下河摸鱼的感觉。我这是在上山龙脊岭。陆沉，我以一甲子未曾受过香火，当日那3炷香是你我之间的一段善缘，但缘分易结却不易解。那棵大槐树瞧见了没？未曾见树，未曾见树，只看到一口剑。哦，看来你我之间真的有缘分。你魂魄壮实，
根基远胜寻常之人，但终究未曾踏上修行之途，难怪遭了劫数，被邪法暗中牵引，却还茫然不知。小陆晨，你方才是否在想我为何没有影子？那你不妨再低头瞧瞧你自己。我没有影子，摸不到实体，没有影子，我死了，我成了游魂。人死后若过了头七还不醒悟，就成了见不得日头的形尸。我还没攒够钱住进内城的大宅子。陆家就我这一根独苗，香火断了，爷爷定要骂我不孝了。你得知自己身死，为何不见惊恐，反倒如此平静？活着自然是好的，能吃到热乎乎的白米饭，香喷喷的肉菜，能躺在太阳底下睡个舒坦觉。可活着也要受好多苦，饿肚子时火烧火燎的疼，恨不得连树皮都啃下去。夏天毒日头底下采药，脚底板磨出一个个大水泡，晚上用针挑破了，那滋味。岁月催人老啊，你这孩子倒真是不容易。不过你并未身死，此刻不过是魂魄离体，化作一道游魂，跟着我来到了这座庙。游魂？我没死啊！你今日之劫源于数百里外的一座狐仙庙，有一头成了气候的狐妖，正以邪法咒术欲隔空咒杀你。是他，我连见都没见过这东西，他为何要杀我？此乃你的劫数，我受你当日3炷清香，何该替你化解此恶？但天地巨变，我已非往昔之我，那狐妖不合规矩，我可灭其泥塑金身，破其邪法根基，却无法毁其血肉妖躯，取其性命，故需借你之手，烦请你取那口剑，替我，也替你自己。猪妖，血仇，深山博大祸，谎称背下山的一具冰冷尸体，所有的线索全串起来了，故所愿也，不敢轻耳。山海石印在雀跃，他想把这把剑融化吞噬。不行，这剑不是我的，白衣大叔还在旁边看着。去吧，去吧。敕令陆晨为吾猪妖，替自己化解此劫，也替那些蒙受残害的无辜生灵了去恶业。此番施法损耗着实不小，薛超，速速再为本仙备上30只上好怒鸡，以作滋补。仙家，这人命，他也不是地里长出来的大白菜呀！前前后后几10条人命填进山里，万一捅到了茶马道那边，引来了国教道观的探查，那可就是泼天大祸，你我都担待不起。哼，你若能为本仙献上这30只肉鸡，本仙便破例传你一门修炼之法。修炼法术？有了这等手段，董霸算个屁！整个安宁县都得匍匐在我脚下。小的叩谢仙家大恩。山神老爷，猪妖。
是我挥出的一剑吗？猪妖也有赏？魂系归来。没想到你真能挥出那一剑。小陆晨，你可知道，你手中这口看似寻常的铁剑，绝非等闲之物，它可不是一般人能拿得起、举得动、挥得出的。大叔，我眼皮抬不起了，好困。大叔，倒是头一次有人这般叫我。倘若是在从前，行此猪妖降魔之举，皆会有天道感应，降下功德，增长道行。可惜今非昔比，我却不能让你白忙活一夜，白白耗损了神魂根基。借尔等元气一用。尔等受累了，往后若遇凶险，可来此庙躲避。入得此门，寻常豺狼虎豹伤不得尔等。喝了它。好精纯的魂魄本源，放在曾经实是修道炼神的好苗子，可惜生不逢时，明珠蒙尘。今夜事已了，你我之间这一段善缘，也算是缘分已尽。我这便送你咦，他的魂魄本源之内，竟缠绕着一丝功德金光。哈哈哈哈哈！有趣，当真有趣。看来你我的缘分远远未尽呢。走，我亲自送你下山。白衣大叔，老狐妖，这梦好长好真。梦里我还拔出了一把剑，腾云驾雾斩了妖，真是睡糊涂了，哪有这等离奇事？真的不是梦。梦是真的，猪妖是真的，那甘露想来也是真的。印堂穴好胀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破茧而出。师爷，您回来了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铺子里可还安稳？六子那小子没出什么岔子吧？铺子一切安好。至于六子，回春堂的薛超，前几日在妙手医馆门前当众折辱了董霸，还迁怒了陆晨。后来薛超又深更半夜带人进山博大货去了。薛超，一个眼皮子浅的井底之蛙罢了，仗着点狠劲儿，在龙脊岭扑腾出点水花，
就真当自己是条过江龙了。六子他可有登门来求助？他倒是没求助，只是来铺子里问过一句，问小的知不知道您老去哪儿了，再没提薛超的事儿，也没说要请您替他出头。就只问了这一句，没提薛超，没说要借我的事压人。没有，就问了您去哪儿，再没多说半个字儿。好性子呀，这世上诈富诈贵便跋扈欺人者多，遇事便摇尾乞怜，借势压人者众，唯独这真性二字最是难得。身处卑贱不谄媚，面对强权不屈膝，那颗心始终如磐石不移。这等真金般的性子，竟让我在这雨师巷的泥巴地里给捡着了。去，替我跑一趟回春堂，跟他们那位东家带句话，就说我沈长鹤说的，薛超那档子破事儿该了了，让他管好自家的狗，别放出来乱吠，扰了我铺子里的清静。等等，再去办件事。沈爷您吩咐，去准备帖子，明日我要在迎宾楼摆下宴席，把安宁县4大武馆的馆主、镖行的总镖头、红帽行的大掌柜，还有县里其他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统统给我请来。我跟了沈爷这么多年，他老人家向来深居简出，连县太爷的请帖都推过好几回。今日这是怎么了？竟要摆这么大的排场？沈爷，您这是要什么？弄这么大阵仗，怕是会惹人闲话。收徒。老爷，外城那边传回消息，薛超似乎招惹到了沈长河。沈长河，沈家的破门子，薛超招惹到他了。是，听说是为了一个叫陆晨的采药童儿。沈长鹤的面子要给，不看僧面看佛面。他虽然与沈家大宅没来往了，可手里有真本事，茶马路的好些贵人都认他的名号。这样吧，杨忠，你去敲打敲打假人，告诉他别干顾着往自己兜里捞油水，把眼皮子底下的狗给我管好了，莫要到处乱咬人。是，老爷。我爹从小就教我，养狗啊，不能养得太熟，更不能喂得太饱。你说我是不是把假人喂得太饱了？老爷乾坤独断，此刻开口绝非真心询问，若贸然接话，便是僭越找死。罢了，念在他这些年为我搜罗那些毒物还算尽心的份上，这次就饶他一次。老爷，出大事了！薛超昨夜带人进了龙脊岭，全军覆没，20个学徒全折进去了。该死的东西！立刻派人把假人薛超料理干净。2条不知分寸、只会惹祸的野狗，尽给我惹事，断不能让他们牵连到回春堂的底子。柳子，沈爷。该改口了。师傅，错了，不是师傅，是师傅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陆晨的师傅，而你便是我沈长鹤真正的衣钵传人。弟子陆晨拜见师傅。好，今日你这一跪，你我师徒名分便定下了。往后你行走于这茶马道，便是以我沈长鹤亲传弟子的身份。弟子明白，必当勤勉修习，绝不堕了师父的名头。为师信你，以你的根骨心性，假以时日，
定能将我这下三脉的千阳奇术发扬光大。走，随为师去后院。其一，便是你已练成的夜眼；其二，唤作测命。为师正在为你琢磨，唯独这第三样，最是难办。师傅，第三样是什么？千阳馆行走深山夺灵，极易引来不祥。欲行此道，须得寻一方靠山，拜任干爹或干娘，借其威势化解死结。深山老林里孕育100年的大药，光有本事守不住，得有背景。拜任山中得了造化的精怪灵物为干亲，便是求个庇护。为师当年便是拜了龙脊岭中一块数丈高的奇石为干爹，故而有个小名叫石头。鄂虎溪上游的通灵大柳树性情古怪，落魂坡下的雷击木胃口太大，每7日便要上供。这第三样根基关乎安危，急不得。你且容为师再好好思量，干亲之事暂且搁置。为师先与你讲讲这千阳关的忌讳，你须切记，万不可轻忽。弟子洗耳恭听。第一忌，千阳不过3，一处地脉1年之内取宝不可超过3次。若侥幸采得真正的天才地宝，10年之内绝不可再踏足此山半步。此乃必羚羊劫。羚羊劫？不错，你试想，10年为小瓜，100年为大瓜。咱们采摘那些千年异宝，他们难道没灵性，甘心被你夺到手？强行索取，必遭反噬。这反噬便是羚羊劫。我采黄金夺龙血草，后来又被那老狐妖用血字草人咒杀，这难道就是应了羚羊劫的反噬？第二忌，3不动。1不动阴宅明物，毕生不可倒斗掘墓。咱们千阳关取的是天地孕育无主无依的野羊，与那些刨坟掘种损阴德的土夫子不是一路人。2不动家宅镇物，他人宅邸中用以镇风水，安家宅供奉庇佑之物，无论多诱人，绝不可起觊觎之心，更不可出手。3不动天光之阳，鸡鸣破晓，便是收手之时。天亮之后，绝不可再行牵羊之事。师父教诲，徒儿陆晨谨记在心，哪怕刀架在脖子上，也绝不敢犯半点忌讳。师父说，3日后要设下拜师宴，将收我为徒的事昭告四方。这等于将他老人家50年的基业尽数交托于我。可比起那唾手可得的基业，我更在意的是师父说拜师宴后要正式为我批命。山海小印能看清大病初愈的董爸，能看清鲁大夫，却偏偏看不清我自己。就连看师父时，那命数色彩也是若隐若现，难以捉摸。人之命数本如烟云，难道一旦被堪舆批算点破天机，命数就会凝成实质，再难窥探？师父他老人家当年究竟被何人批过命？难道是薛超那伙亡命徒走投无路，来这儿设伏报复？陆哥，是我，你可算回来了。钱大哥，深更半夜你守在我家门前作甚？可是出了什么事？陆哥，董爷他快不行了。什么？董爷前几日虽虚弱，但气色尚可。鲁大夫也说好生将养便是，怎么突然就不行了？什么？陆小弟，夫君他等着你呢，想要见过你。
再合眼。嫂嫂，董爷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前几日不是已经大好了吗？夫君本在静养，突然心口剧痛难当，紧接着七窍之中渗出黑血，昏迷不醒。卢大夫倾尽全力，却只摇头，说此非寻常伤病毒法，而是涉及到巫蛊下咒，非药石所能及。巫蛊下咒，老狐妖，薛超与那老狐妖分明就是一丘之貉。董爸是薛超的眼中钉，这歹毒咒术定是他们下的黑手。嫂嫂莫慌，我进去看看董爷。董爷，陆兄弟，你来了，我只怕挺不过去了。命该如此，怨不得人。那日你救我一命，为我采来龙血草，免遭薛超侮辱，这份恩情我始终记得。本想着等我好了再做报答，到了这般田地，他竟还念着报恩之事。董爷，这份磊落当真是一条汉子。我走之后，巡山队群龙无首，你年纪虽轻，可本事却厉害，又得沈爷真传。陆兄弟，你若不嫌弃，这巡山头的位置你来做如何？巡山头，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，这是受官府认可，托了民籍入吏册的实权位子。穿上官府特赐的巡山袍，手底下管着10几号悍勇的跟山狼，在这安宁县便是能让人尊称一声陆爷的头面人物。董爷，这如何使得？我资历太浅，如何能服众？别推辞，只要你点头，我会跟弟兄们交代。弟兄们要吃饭，要养家。单打独斗的跟山狼，命比草贱。你不是池中之物，我的弟兄们跟着你有奔头，我才放心。锦袍加身，脱籍入吏，确实诱人，但这江湖名位需有实力支撑。董爸能坐稳第一把交椅，靠的是半部器官内壮大成的硬功夫。我如今不过养血中段，若接下这烫手山芋，没了董爸这杆大旗，如何压服龙脊岭那些虎视眈眈的狠茬子？如何守得住这年入千两的聚宝盆？沈爷的奇门传承，才是我真正的根基，绝不能舍本逐末。不对，那施咒的老狐妖，昨夜已被我亲手斩于剑下，魂飞魄散。巫蛊下咒的源头，已经断绝了。董爷，你内壮大成，根基雄厚，如今气血虽衰，但底子还在，未必就熬不过这一关。樊青嫂嫂，给我取一碗清水来。董爷，巡山头之事暂且不急，人未行到绝处，切不可认命。陆兄弟，这碗水能否回天，我也不知。唯愿苍天有眼，莫叫董爷这般磊落的汉子含恨。啊！难道没救回来？陆兄弟，你的大恩大德，董家这辈子都还不清。陆兄弟，董某又欠下你一条性命了。董爷人在，我的情分便在，这比什么都强。好，痛快！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。从今往后，在这龙脊岭，我董爸采得一株药，摘得一件宝，无论价值几何，都有你陆晨的一份。过几日，沈爷要设下拜师宴，届时还请董爷务必赏光。沈爷要摆宴收徒？好，陆兄弟放心，哥哥定备上一份沉甸甸的厚礼，绝不让你在任何人面前落了面子。陆爷，
小的姓王，是顺河牙行的牙人。董夫人特意吩咐给您寻的这处宅子，可是小的跑断了腿，精挑细选出来的，包您住得舒心。陆爷您瞧，这2进的大院子，前院敞亮，待客议事最是方便，后院幽静，正屋厢房齐全。宅子我也住上了，这等2进院落，在安宁县内城也绝非普通百姓能有。连这风雨连廊都修好了，雨雪天绝不沾湿半点衣襟。这便是董家微不足道的谢意。陆爷，房前董家已经全数结清，分文不欠，如今只差您在这红契上落个名，按个手印儿，这宅子就是您名正言顺的产业了。见过陆少爷。少爷穿着破烂麻衣，为几文要钱奔波，仿佛还在昨日。如今站在这青砖白瓦里，听人唤少爷的也是我。明日便是拜师大宴，老夫要广邀宾朋，大操大办。我要让这安宁县上下，从县衙到市井，从龙脊岭到茶马道，所有人都知晓，从今往后，这龙井岭将出一位陆把头。把头？这可是龙脊岭无数采药人跟山狼用命去搏，用血去换的最高地位。师父当年孤身入绝地，7日7夜不下山，硬顶着群妖环刺夺下金莲，才震动安宁县，坐稳了这把交椅。师父这是要用他积攒了半辈子的威望，硬生生把我拖上这个位置。明日拜师，马虎不得。为师让阿大给你备了身新行头，待会儿去试试。拜师敬茶的大喜日子，要穿得体面些。是，师父。滑腻如纸，温凉似水，这是上好的绸缎。置办这一身，少说也得100两雪花银。大前朝礼制明文如铁，庶民杂役只许穿皮扎，衣绸犯法，穿靴受刑。难怪旁人得知我拜入师父门下，眼神会那般炙热。这身逾越规制的华服，不仅是体面，更是师父无声的宣告与庇佑。穿上它，便享有逾越常律的特权。陆少爷，快换上吧！您生的一副好身价，肩宽腰窄，这身衣裳穿在您身上定是好看的。啊！有劳几位姐姐，我自己更衣便可，请在门外稍后。是。陆少爷，这身一穿，当真是俊得晃眼嘞！好，好，好，好一副英挺的脉象，这点上倒颇有几分老夫当年的风范。六子，
你得知道，想在安宁县这潭水里立住脚、出了头，便得吃3碗面。明日的拜师大宴，这是为师给你的场面，撑住它，你陆晨的名字才算真正落在这片地界上。这身行头逾越常志，乃身份所系，这是你的牌面。行走在外，便再没有人敢小觑你半分。接下来就只差这最后一碗情面了。接下来就只差这最后一碗情面了。今日这拜师大宴，为师便替你把这安宁县的人情世故端上桌。呵，沈爷这手笔阔气，外边20多桌，里头还有20多桌款待贵客，安宁县独一份儿。那是自然，龙脊岭方圆100里，搂共才出过几位像沈爷这般通天的把头，连县太爷见了也得称一声老先生。安宁县瑞祥布行陈东家送上等苏锦10匹，保安堂林大掌柜送100年老山参1只，万10号欧大将送百炼金刚宝刀1柄。恭喜沈爷喜得高徒，这位便是陆贤侄吧？果然是少年英才，气宇轩昂。陈东家谬赞，晚辈陆晨见过诸位前辈。绫罗绸缎，100年老参，这些人满脸堆笑，送上沉甸甸的贺礼，全是冲着师傅积攒数10年的威望。在他们眼里，我不过是个走运的少年郎，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走。这安宁县的头面圈子，迟早有一日，我要凭自己的双拳和底蕴，堂堂正正的走进来，让他们敬我陆晨本人。真是走了8辈子的狗屎运，沈爷8辈子不收徒，竟降中个与师相的穷小子，捡了这天大的便宜。谁说不是？我表舅家那机灵小子带着厚礼，连沈爷面都没见着。这穷小子也不知道能不能守住这些产业，别到时候手艺没学会，把沈爷的名声败个精光，惹人笑话。参宁县董家董爷为陆晨拜师贺，奉礼纹银100两，斑斓猛虎整皮1部。猛虎整皮？这董爸把身家都掏空了。300年份野山参10条，50石铁胎弓1把。300年野山参，一条就够寻常人家吃用10年。他送10条，董爸这是疯了吗？外加过山蜂王100年蛇胆1颗，100年蛇王胆，鳞甲刀枪不入，毒液见血封喉的过山蜂王，价值连城啊！董爸为了送礼，连命都豁出去了。见过沈爷。董爸，你有心了。小的陆兄弟今日拜入沈爷门下，行拜师大礼，此乃大喜日子。前日我特地进山，守了那2天2夜，总算老天开眼，让我寻找机会，亲手宰了他，取了这蛇胆。自古拜师学艺，师傅传道授业解惑，恩同再造，徒弟敬茶叩首，
奉上庶兄也是本分。董某是个粗人，不懂那些弯弯绕。这颗百年蛇胆，全当是我替陆兄弟备下的一份拜师之礼，万望沈爷莫要嫌弃。2次鬼门关前徘徊，董大哥竟拖着大病初愈的身子，去搏杀那凶名赫赫的过山峰王，只为替我撑起这份拜师的牌面。陆晨谢过。你我兄弟说谢字便是生分了。好，阿大，还不请你董大哥落座上宾席位。烧身馆宋彪宋教头为陆晨拜师贺。宋彪是那个单枪匹马打进茶马古道，一夜挑了黑云寨，连斩上百降马的宋教头。连安宁县4大馆之一的烧身馆都要卖这陆姓少年这么大的面子，他到底什么来路？赤龙宝鱼2尾，爆胎生金丸3瓶，雪参养脏膏3瓶。赤龙宝鱼生于地火熔岩畔，洗金伐髓的奇物，还有那虎狼秘药，这等圣品，寻常人花1000金也难求1瓶半尾，他竟像送土产一样送来了。宋教头这份礼太重了，重到足以震碎这满堂宾客的脊梁骨。小陆兄弟，今日是你拜入沈爷门墙的大喜日子，得遇名师，我岂能不来贺上一贺？烧身馆戚重光戚馆主到。戚馆主，今日是哪阵风竟把您吹到我这里来了？实在是令我这老宅蓬荜生辉呀！彪子这小子整日在老夫耳边念叨，说沈老弟你新收的这个小徒弟是块难得一见未经雕琢的良才美玉。这不，我耐不住好奇，就想亲自过来瞧上一眼。六子这孩子不过是替宋教头跑过几次腿，宋教头念旧情，怕是有些偏爱了。戚馆主门下英才如过江之鲫，我这徒弟不过是中人之子，当不得如此谬赞。筋骨尚未完全长成，不过这丰腰圆臂的架子倒是有了几分雏形，待个子再蹿一蹿，便是标准的螳螂腿，好苗子。小家伙，有没有兴趣拜入我烧身馆门下，跟我学本事啊？老夫坐镇烧身馆，门徒过千，老夫收徒拢共没过1双手，还缺一个关门弟子。你想清楚了，做我的徒弟，你日后的前程不只是小小安宁县，注定走得更远。戚馆主厚爱，晚辈惶恐。然，晚辈自幼便听爷爷教诲，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之长者也，恩同再造。晚辈既已向沈爷行拜师礼，执弟子之意，便奉师如父，岂敢见高枝而攀附，见利而忘义，因事而背信。从此以后，陆晨只会是沈长鹤之徒，一入沈师门墙，此心不移，此志不悔。你不再想想，说句难听点的，
烧参馆这根高枝，整个安宁县想攀附的人，能从这沈家家门口一路排到龙脊岭，机会只有这一次，错过了就没喽。不识好歹，玉石巷爬出来的泥腿子，眼皮子浅的跟针边似的。他怕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宗师，祖坟冒青烟才撞上的泼天机缘，硬生生让他给错过了，蠢不可及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沈老弟，好福气呀，捡到这么一株好苗子。心性如铁，根骨上佳，彪子这回确实没说错，陆小子确实是上等的根苗。何谓根苗？纵使天资绝顶，若根子里歪了，半路夭折者有之，成为祸害贻害无穷者更有之。沈老弟，方才老夫见猎心喜，出言相视，不视其心，焉知其性？多有冒昧，还望海涵。总是当面挖角，威势逼人，老夫这颗心刚才也悬到了嗓子眼。万幸六子根子正，没让老夫在这满堂宾客面前丢了老脸。这双老眼到底没看错人。君子不夺人所好，陆小子不愿入我烧参馆，是老夫福薄。不过嘛，他这副筋骨底子放着可惜了。老夫去茶马路，欲与老友论道，得了一本融合动静、调和阴阳的养生功夫，借花献佛，全当是老夫今日搅扰的赔罪之礼。七馆主言重，六子还不快谢过七馆主厚赐。晚辈陆晨，谢七馆主厚赐，前辈恩德永志不忘。内壮神力，这哪里是曼温的养生功夫？这名字透着一股力拔山河的凶悍。七馆主口中的那位老友，莫非是茶马道上白云观的杨枝道长？不错，那老牛鼻子虽顶着清修名头，性子却暴烈如火。年轻时听闻恶徒行凶，提一口剑能追出千里之外，沈老弟竟也认得。当年在茶马道，老朽为穆王府办事，曾有幸与道长有过一面之缘。有一事至今记犹新。当年天龙寺方丈为押道门一头，耗费万金，铸就一尊高达丈余、重于8000斤的鎏金铜佛，驱使数百力士硬生生堵在杨枝道长下榻的道馆门前。8000斤，数百人才能抬动，这等庞然大物堵门，神力如何能解？结果杨枝道长冷哼一声，气贯周身，一脚剁碎几十块水磨青石方砖，只凭一只肉掌，生生拖住那8000斤巨佛底座，如霸王扛鼎，托举着那庞然大物招摇过市，最后将其弃于茅厕之旁，令天龙寺颜面扫地。单手托举8000斤铜佛，这是何等恐怖的神力，何等桀骜的性情！穆王府、天龙寺、宗师之位，这便是江湖的眼界吗？我这与石巷爬出来的采药郎，今日才算真正窥见了这天地的一角。这红尘当真如爷爷所说的一般广阔精彩。哈哈，沈老弟，待会儿咱哥俩可得好好喝上几杯。老朽求之不得，今日恰是六子拜师之礼，还请七馆主赏光，屈尊做个见证。好，哈哈哈，好，当服一大白。喝，气血如浪涌，这是又要破关的迹象。陆哥，门口有人找你。谁啊？不认得，倒是看着可气派嘞，说是烧参馆的同门，还递了帖子。请我吃饭。安宁县布行、药铺、铁匠行的头面子嗣，这便是那高高在上的2代小圈子了。如今递来这烫金门路帖，
是觉得我陆晨终于够资格踏入那道门槛了吗？哎呦，陆爷，您里边请，几位少东家已在2楼松涛阁恭候多时了。气息沉凝，多是内壮境界的好手，不愧是冰火楼，1楼便网足了这安宁县大半的江湖草莽。陆哥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这位是瑞祥布行少东陈玉林陈兄，这位是冠10号少东家欧叶峰欧叶兄。安宁县的3、6、9等，在这张桌子上排得明明白白。我虽有了些名声，但在这些把持行当的继承人眼里，终究只是个新进的泥腿子。鱼肉真嫩，好吃。宝礁江那边出了个浪里白桥，水性了得，能在水下归西半个时辰，已被骆家看中，招为上门女婿了。这算什么意思？前阵子龙脊岭深处，那才叫闹出大动静。宝光冲霄，半边天都照亮。县太爷派了好几波高手进去，硬是没摸得头绪。我这儿倒有个更劲爆的小道消息，茶马道那边有人过来了。陈兄所言非虚，我也听到了风声，据说是穆王府供奉的风水道场，远远忘了龙脊岭一眼，回去便断言那是异宝出世，极可能是道果。道果，龙脊岭宝光冲霄，该不会是我魂魄离体，拔剑斩老狐妖的那晚？道果，那可是蕴含了成仙大秘的至宝。灵朝衰退3000年，世间再无人能叩开仙门，得到飞升了。飞升成仙，这世间竟真有这等超脱凡俗的无上境界，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武士的范畴。看他们这副模样，对道果也是一知半解，不过是识人牙慧拿来做谈资罢了。但这些我连听都没资格听的隐秘，却是他们茶余饭后的闲话，这就是底蕴的壁垒。这安宁县的3、6、9等，当真是泾渭分明。宝礁江、茶马道、穆王府、道果飞升，一个小小的安宁县便已是这般壁垒森严。若将目光放在这龙脊岭之外的广阔天地，又该是何等的风光。这世界当真够大，路还远着呢。冰火楼的2代聚会，谈论的竟是道果飞升这等隐秘。听说他们还是跟茶马道那些真正的世家子弟学来的堂会规矩。茶马道的堂会，争取有朝一日，我也能去坐上一坐，开开眼界。气血已养到这般凶悍，距离内壮境界只差临门一脚。宋教头说过，内壮的关键便是气血反哺，生出劲力。尽力，底蕴必须积攒最深厚的底蕴。换血丹，道门高针炼制的真丹，我等凡夫俗子消受不起。这粗糙的换血丹正合我用。气血相冲，排废邪，养心血。
之痛犹如抽筋拔骨，若无这药力支撑生出心血，怕是当场就要昏厥过去。王大娘，今天多煮一桶饭，菜也多备些，我能吃下一头牛。多煮一桶？六子，这是要来客人吗？先前也没听你吩咐啊。没客人，都是我一个人吃，快些！好小子，好厚的底蕴！隔着这层厚重的污秽血痂，都能感知到他体内那股凝练如汞的气血之力。这股热力与活力，绝非普通内壮突破时能有的气象。成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养血大成，此等大喜，陆兄弟何该做东？走走走，冰火楼，今日非得好好宰你一顿不可！哈哈哈，好说好说。宋教头稍待片刻，容我换身衣裳。哼！哈哈哈哈哈！慢些吃，管够。陆兄弟，如今你养血大成，根基稳固，单论这股子雄浑忠纯的气血，已足以在安宁县5行里占有一席之地了。龙脊岭上那些刀口舔血、苦熬了10年8载的刀客，许多人也不过就是你现在这个层次。全赖宋教头和师傅的栽培。你可知晓，一旦真正踏入内壮之境，便有资格向官府衙门申请落籍。略有耳闻，听闻官府衙门会给厉害的武道大家换成专门的武籍。不错，这武籍如同秀才举人的功名，入了籍便能免除许多徭役和杂税。若能为衙门效力，还有额外补贴银子可拿。这是底层武者改变身份，获得官方认证的通天大道。不过，我距离内壮境界还差不少，3颗换血丹的药力，足以让我一举冲破关隘。但我必须死死压制住那份突破的冲动，根基必须打得犹如磐石般牢不可破。这半只脚，绝不能轻易迈进去。你是跟山狼出身，自有旁人难及的优势。衙门常年张贴榜文，悬赏剿灭龙脊岭中那些为祸一方的精怪妖物。就比如那恶虎溪的3足禅，若能接榜除害，便是大功一件。凭此功绩，衙门同样愿意特事特办，破格授予武籍。斩3足禅，剿大蟒，甚至在梦中持袖剑斩过老狐妖。真要论起来，我这份除害的战绩，足以耀视整个安宁县。接榜除害倒是一条路子，改日我再跟师傅是商量一下，请他老人家拿个规矩，看看他这事情做不做得成。宋教头，为何突然与我提起这落武籍之事？宋教头绝非无的放矢之人，平白无故提醒我借功绩落籍寻官府庇护，必有缘由。陆兄弟果然机警，5行有5行的规矩，许多事，尤其是牵扯到别家内务、门户恩怨的，外人不好明着插手，更不好把话挑得太明，否则容易结下不必要的梁子。宋教头这意思是，我得罪了哪方势力？对方来头到底有多大？竟连烧生馆的教头都要避其锋芒，不便明言。回春堂，回春堂。自从贾仁、薛超那2条恶狗被收拾了之后，我便没再过多关注。按说事情已了，他们何至于如此死死盯着我不放？董大哥的巡山队，师傅的药铺口碑，若再给我几年时间，以师傅的栽培和董大哥的支持，加上我自身的本事，
整合起巡山队与药材渠道，那我岂非就是第二个回春堂？我一个与尸巷爬出来的采药郎，竟也能让回春堂的东家感到麻烦了吗？看来陆兄弟已经想得通透，倒省得我再多费唇舌了。洛武吉入了官府的当，就等于有了一层官方的背书，有了这层身份护体，回春堂再想拿捏你，就得再多去掂量掂量。但若你依旧只是个平头百姓，即便有董爷和沈爷护佑，也未必能周全无虞。毕竟那位回春堂的杨老爷早年可不是什么善茬，早年就已经有了个操刀鬼的名号，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，只是这些年没再下狠手，被人渐渐忘掉了。他这样的人，真若是遇到什么事情，可不会有半点婆麻呀。师傅，我来帮您。柳子，你这制药的手艺、眼力劲儿和本事都见长，火候也拿捏得越来越准了。照这个势头，再磨练个几年，我这铺子里的活儿你就能全盘接手了。唉，人不服老是不行喽。就这种活计，搁在以前，干上2、3个时辰都不带喘口气的。师傅您歇会儿，喝口茶润润。好，还是你贴心呐，六子。这有徒弟在身边支应着，跟没有徒弟在确实不一样。师傅，徒儿有件事，心里有些没底，想请您老给拿个主意。啥事儿？咱们师徒之间还用得着藏着掖着？敞亮了说。杨泉此人心性阴鸷，手段毒辣，待人更是刻薄寡恩，是条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。那薛超不过是他扶持起来的一条恶犬，专门用来跟董霸的巡山队打擂台，搅浑龙脊岭的水。如今薛超倒了，董霸在岭上声势更盛，偏偏你又在这个节骨眼上崭露头角。宋教头说的没错，你挡着他杨泉的路了，他岂能容你？不过，杨泉不是莽夫，他的做事讲究个名正言顺，更要顾及老夫和烧参馆七馆主的面子。他多半不会直接撕破脸，而是会找人搭台唱戏，寻个由头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你压下去，让你翻不了身。再过一旬，便是安宁县1年1度的赶山大会，那是龙脊岭采药行当的头等盛事。我若是他，必会在此处入手。论入山寻宝、采药食药的本事，莫说安宁县，便是放眼整个茶马道，又有几人能出师傅之右？他杨泉若真想在赶山大会上找人跟徒弟斗法，徒弟不怕。哈哈哈哈！臭小子，就你嘴甜，专捡好听的哄老夫开心。这1旬之内，为师想想办法，先替你把这命给劈了。再传你几手天阳关的真手段，有备无患。这声音怎么有些耳熟？我不签，老子就算是死，也绝不签这卖身契。黄征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你欠了我们回春堂整整100两的药钱。如今你腿废了，北师的营生干不了了，拿什么还？
乖乖画押，去回春堂的矿场里挖一辈子石头抵债，否则今天就打死你个赖账的狗东西！签，今天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卖身回春堂10年，这16两银子的债就算两清。做梦！住手！皇叔，腿受伤了，为何不让人知会我一声？陆哥，你现在是沈爷的高徒，有跟山狼的身份。我这卑诗的行当，命里带煞，犯晦气。若是登了你的门，怕污了你的运势，坏了你的大好前程啊！黄大叔，难道在你眼里，我陆晨便是那种一朝得势就翻脸不认旧人恩义、耻于过交为伍的小人不成？不，我绝无此意，只是900钱的药材钱滚成16两雪花银，这吃相未免太难看了吧？这小子现在风头正盛，背后靠山硬得很，硬碰硬绝对讨不了好。哎呦，陆哥，这事儿可怪不得咱们，都是东家定下的规矩，小的们也是奉命行事，混口饭吃。既然今天是陆哥您亲自出面，这卖身还债的事儿自然作罢。16两银子，咱们对半砍，我只收8两，回去也好向东家交差。8两？不了，还是16两吧。哎呀，陆哥果然爽快仗义。8两是还债，剩下8两给你们抓药治伤。现在还有谁觉得这账算得不够清楚？有没有谁还觉得不服？走，快走！黄大叔，你还好吧？陆哥，别说话了，跟我到妙手医馆去。我与那里的鲁大夫有些交情，请他给你好好瞧瞧这腿。爷爷说过，与人为善，敬我1尺还1丈。当年我在雨石巷挣扎求生，皇叔扯着我吃饭的情谊，我始终记得。如今自然到了报恩的时候。至于后半句，与人结仇，斩草除根不留情。回春堂，这梁子算是结死了。万幸，摔伤断骨，只是外创难愈，骨头接续的还算不错，就是须得好好静养一段时日。陆大夫，烦请您费心照看，药钱诊金都从这里出，务必用最好的药材，让黄大叔尽快恢复。陆哥放心，老朽明白。我干的是卑诗的行当，常年与死人为虎，身上带着洗不掉的阴气。平日里走在街上，连野狗都嫌弃。我也只当自己命贱，不知哪天就死在路边。没想到，在我被逼得走投无路，眼看就要被拖入火坑的时候，竟是这个曾经连饭都吃不饱的少年，毫不犹豫地伸出手，为我挡下灾厄，留下银钱。这份情谊，重如山岳，当真是雏凤清于老凤生，乾隆终有腾渊时。这世道变幻，真如白云苍狗。杨管事，你可得为小的们做主啊！谁这么大的狗胆，敢来捋我回春堂的虎须？是一个半大小子，他霸道的很，根本不把咱们回春堂放在眼里，上来就下死手，管事都被他打得吐血昏死过去了。那小子叫陆晨，就是雨石巷那个。陆晨嘛，罢了，此事到此为止。啊，杨管事，这可是他打伤了咱们这么多人，还折了回春堂的面子。怎么，觉得委屈了？怪我不替你们做主。
我看是你们瞎了眼，被猪油蒙了心。要债也不事先打听清楚，那背尸人的背后站着谁？敢把爪子伸到陆哥的头上？那16两银子的债，你们既然都收了回来，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但你们几个折了我回春堂的面子，可就是另外一笔账了。就按陆哥说的，给你们治伤，算8两银，自己滚到账房去挂账。我给你们3个月时间，连本带利还清。是。陆晨，过阵子就是赶山大会，那是安宁县各方势力角力的舞台，到时候再好好摸摸这位新贵的底细。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去触他的眉头，是非明智之举。安宁县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，想在这里冒头，就得学会跪着当狗，摇尾乞怜，霸气外露等于找死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从泥潭里爬出来的小子，日后到底是要跪着当狗，还是站着要饭。接连几日过去，回春堂那边竟是风平浪静，半点波澜也无。按理说我当众落了他们的面子，那杨勇早该寻衅滋事了。看来我果真没什么画本小说里主人公的命，惹不来打了小的来老的戏码。成了。这一碗给师傅送去，这2碗送到烧身馆给宋教徒。好东西，百年蛇胆配上沈老的方子，这碗汤抵得上常人1月苦练的根基。陆兄弟，你有心了，你这气血现如今是越来越足，那把火烧得越来越旺了。我观你根基打得又牢又稳，气血充盈鼓荡，远超寻常外壮武者。全赖宋教头平日指点。内壮神力8段起，本是踏入内壮境界才能修习的东西，怕初学者筋骨不够强韧，强行修炼反伤其身。不过以你现在的底子，提前上手也无妨了。外壮者主练筋骨皮膜，求的是瞬间爆发，凶猛刚强。你看好了。这便是外壮之力，看着威猛霸道，一掌下去能要人半条命，但后劲不足，法力过于刚猛直路，缺乏灵变圆转。若遇身法敏捷的老手，极易被看破诡计，闪避反击。接下来看内壮。轻飘飘的一掌，威力竟恐怖如斯。若是落在血肉之躯上，岂不是透体而过，死得不能再死？这便是内壮之力，筋脉顺调，气血内敛，发力沉实整重，悄无声息，劲力直透骨髓脏腑，让人防不胜防。内壮神力8段进，第一步便是练臂。先用此石带扑打揉练臂膀筋肉骨节，由肩部外侧时循臂而下，打至指背，此为打外；再由肩里侧时循臂内侧而下，打至指梢，此为打内。切记，每次行功完毕，必须用药水浸泡双臂，仔细搓揉按摩，活血化瘀，否则筋骨暗伤累积，轻则前功尽弃，重则伤残己身。咱烧身馆有配置好的秘方药水，1两银子一袋，价格公道。陆哥不妨给我添份收入。1两银子一袋，我刚替黄大师付了药费，买了新衣，这点家底根本不够烧几天，这银子怎么就挣得艰难，花得飞快？看来必须又得上山赚银子了。师傅，您用茶。师傅，徒儿琢磨着想自个儿再进一趟山。哦，钱袋子瘪了？你这钱是给自己花大手脚了吗？你呀，天生一副热心肠、豪侠胆。黄征那事儿，你当老夫这双耳朵是摆设，听不见风声？
外面如今可是传得沸沸扬扬，都说我沈长鹤走了大运，收了个重情重义的好徒弟。你现在的名号在安宁县可是响亮的很呐，人称义薄云天陆哥。义薄云天？我不过是看黄大叔可怜，念及救恩，替他平了回春堂的账。这等寻常小事，怎会被抬到如此骇人的高度？这4个字重如泰山，我这单薄的肩膀如何扛得起？老话常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可这巴掌大的安宁县，你这等快意恩仇、扶危济困的戏码，市井坊间传得最是邪乎。但这名头就像你腰里别着的刀子，落到会使的人手里能披荆斩棘，可落到不会使的人手里，反倒容易割断自己的脖颈。大伙儿夸你、捧你、赞你不忘本，可这里头最要紧的是你有那个能耐。你若没这份能耐，依旧只是个与世巷里刨食的穷小子，你忘不忘本谁在乎？人心呐，从来都是畏威不畏德。你若无实，这名头就是悬在你头顶的催命符，捧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可你若名副其实，真有那份本事撑起这4个字，任谁见了你都得乖乖低头敬你3分。名与实，威与德，师傅这是在敲打我，没有足够的力量。这义薄云天的美名，就是招惹豺狼的血腥味。你的性子为师清楚，我若直接塞给你银子，你拿着烫手，心里定会觉得做徒弟的没出息，啃师傅的老本。可你如今身份不同了，你顶着我沈长鹤亲传弟子的名头，这安宁县里外外，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你，掂量着你的分量。你过去进山空手而归，无非是运道不济，但现在你若再进山无功而返，那就是我沈长鹤的高徒不过如此，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，这就是名给你带来的坏处。师傅的意思是让徒儿再多磨砺些本事，把根基夯实，免得技艺不精，堕了师门的威名。以我现在的本事，去摘那等千年成精的异兽，守护的天才地宝，怕是连塞牙缝都不够。我的意思是，要么就安生待在铺子里不进山，若你决意要进山，就得去给老夫盯准了大货去搏。你可有这份胆魄与信心？你可有这份胆魄与信心？师傅，徒弟心意已决，此番进山，因为师傅您争上一口气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你有这份志气就很好。些许闲言碎语，不过是清风拂面，伤不了人。阿大，去把我床底下那个灰布包裹取来。是，沈爷。想当年，我替穆王府办事，深入龙脊岭最险恶的天守峰，盗取一桩奇物，结果犯了羚羊劫。10年不许再进山，若非如此，有我护着你，纵然是那身亡之后，也没什么不能踩的。羚羊劫，师傅当年究竟在天守峰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竟被逼得10年不能踏足龙脊岭半步？如今没有师傅护着，进山的风险倍增，所以为师才要你三思，心中务必有杆秤，把轻重把生死都掂量清楚。这里面是当年我做根山郎时特意炼制的物件，专为应付山中诡谲凶险之物，你留着防身。谢师傅赐宝。好精纯的生气。这行山杖乃是我当年花了大价钱，从一个云游四方的野道士手里换来的宝贝。此杖取材于一株生长了整整1甲子的老桃木，60年轮回，让此木本就蕴含一丝纯阳之气，后又被天雷劈中，雷火焚尽生机，却也将其蕴含的阳烈罡气彻底激发淬炼，封存于木心之中，堪称驱邪除祟、震慑山魈野魅的无上利器。你持此杖入山，寻常的阴碎之物根本不敢近身。甲子雷击桃木，若当初与皇叔在老林里遭遇教魂时有此物在手，那些邪祟怕连靠近都不敢。这是百里香，以花椒、玉叶顶好的老烟叶，
加上上等雄黄粉，按秘方混合碾磨而成。若遇蛇群，取少许点燃，烟气升腾，100步之内的毒蛇嗅之即溃。这是千尺血，是由马粪晒干制成。遇着豺狼、虎豹、拦路，将其点燃，便能燃起浓烟。纵是猛虎，也多半退避三舍。这叫保魂铃，将它系在这行山杖顶端。若是在深山老林里突遇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，便用力摇晃此铃，铃声一响，能穿透迷雾，定人心神，驱散邪魅，不至于被鬼打墙给活活困死。多谢师父厚赐，徒儿定囫囵着进，囫囵着出。你要博大祸，光靠蛮力和运气可不行，得知到货在哪儿。你那位拜了把子的董大哥，手底下养着一支经验老道的巡山队，常年在这龙脊岭里钻营，对山里的沟沟坎坎、藏宝之地，比自家后院还熟。不妨去他那里讨要一份巡山图瞧瞧。师父说得对，单打独斗终究是无头苍蝇。董大哥麾下巡山队每月深入群山踩点，那份巡山图才是我此行避开死路，直捣黄龙的关键。哎呦，陆爷来了，您快里边请，快去禀报老爷，陆爷登门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陆兄弟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快坐，快坐！来人，备席，把老子珍藏的好酒端上来。大哥身子刚健好，切莫过度操劳。小弟这次来，是有件事，想求大哥搭把手。求？你我兄弟过命的交情，说什么求不求的？只要哥哥办得到，上刀山下火海，绝无二话。我想借大哥麾下的巡山图一观。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？巡山图，小事一桩。夫人，劳烦替我去书房将最里头那个紫檀木匣取来。兄弟，你要进山的话，我这边派点兄弟跟你一起去。大哥好意，小弟心领。只是采药寻真，讲究眼力与机缘，人多反易惊扰山林，暴露行踪。况且这是小弟自己选的路，总要孤身去闯一闯。陆兄弟，你这次进山心里可有盘算？想奔着哪片地界去？哥哥我好歹有些经验，给你参谋参谋。我看就魔云窟吧。陆兄弟，万万不可！那魔云窟可是在龙脊岭中段深处，那地方地势诡异下沉，内里洞窟纵横交错，暗河涌动，犹如一个巨大的迷宫。便是鸡年钻山的老把头进去，十有八九也得迷失方向。更别提那地方常年妖气缭绕，毒瘴弥漫，连正午的日头都透不进去。里面不知残聚着何等凶烈的大妖，此行过去实在是十死无生。董大哥，你的担忧我心里有数。梨园行里有句话，叫台下10年功，台上半刻钟。这登台亮相的半刻钟，讲究的就是一个响亮。亮相不响，登台不亮，往后便再难有成角的机会。沈爷是过去的老把头，威名赫赫，可他终究沉寂多年。此番他老人家兴师动众，收我为徒，这安宁县里多少双眼睛在暗中盯着，他们都在等着看我这个徒弟到底是骡子是马。此番进山，我绝不能求无功无过，只求这登场一定要响亮，唯有博他个大祸出来，才能撑起师父的颜面，也立住我陆晨的脚跟。罢了，陆兄弟，你执意要为沈爷争这口气，要亮一个花团锦簇的漂亮相，当大哥的也不拦你了。罢了，陆兄弟，你执意要为沈爷争这口气，要亮一个花团锦簇的漂亮相，当大哥的也不拦你了。夫人，去把我书房里收藏的那口宝剑取来。董大哥，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这巡山图价值连城，你二话不说就借予我，怎好再受你的宝剑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再客套就显得生分了。
若非陆兄弟你2度出手相救，我董爸早就是烂泥地里的一具枯骨。我这2次从鬼门关赚回来，全仰赖陆兄弟，我的就是你的。陆兄弟别搭理他，喝了2杯酒就口无遮拦。这口剑是冠10号的大将亲手锻凿的百段宝剑。百段金刚，我在铁匠铺咬牙花30两银子买的短刀，不过是粗浅的10段冰，被3足禅的毒液一碰就腐蚀的坑坑洼洼。这百段宝剑，动辄耗费名将1年半载的心血，放在外面，5、6百两雪花白银都未必能买到。这口宝剑是我当年夺了赶山大会头名，冠10号东家送的贺礼，削铁如泥，吹毛断发。可惜呀，你大哥我这双手耍惯了刀，剑我用不惯，与其让他在匣子里蒙尘，不如交给陆兄弟你傍身，去魔云窟那等凶险之地，多一分仪仗总是好的。多谢大哥。自家兄弟提谢字便是打我的脸，来，给我正在跪着，跪以壮行。烈酒后劲真大，下次打死也不能这么喝了。董大哥送的百段宝剑，总不能当烧火困轮，是不是该寻个机会学2手正经剑术？剑呢？我那么大一把百段宝剑呢？跑哪里去了？这后院平常没人来，张大娘他们也不可能放着现成的铜板不拿，去偷一口难以销赃的宝剑。开！真是活见鬼了！难不成那口百段宝剑是被你偷吃了？那可是百段的宝兵啊！大几百两雪花银，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打了水漂。这些银子够我在西市老张头那儿吃水盆羊肉吃到下辈子都腻味了。吞都已经吞了，没了那口宝剑，去魔云窟只能将就着用你了。呵，还抖上了，净搁这吹牛。人家百段兵削铁如泥，寒光闪闪，你呢，就是一身铁锈疙瘩，跟灶堂里扒拉出来的烧火棍似的，装死是吧？下次再敢偷吃我的宝贝，我就真拿你去捅灶台，天天烧火去。魔云窟，我来了。开！董大哥的巡山图果真好使。这些寻常草药虽然年份足，但采摘既费时又占地方，平白占了背篓的空间。我此行只为魔云窟的大祸，犯不着在他们身上浪费力气。今晚便在此处落脚了。比起以前只能啃冷硬的干粮，这日子也是好上太多了。该启程了。年份都在甲子以上，甚至不乏100年的大火，这怎么可能？山里头的宝贝，难道多到弯腰就能捡了？山里头的宝贝，难道多到弯腰就能捡了？
山神使者？谁？我吗？还有一只会写字的鹿。我莫不是还在做那大梦没醒吧？好。这种感觉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脑门里钻出来。我魂魄离体了。上次梦中斩妖也是这般感觉，但这青烟包裹着魂魄，暖洋洋的，没有半分梦里的阴冷虚无。拜见山神使者。你是白鹿？正是，我叫小桑，得知使者来访，特备些许山珍报答，望使者莫要嫌弃。为何称我为山神使者？以前的山神老爷就带着它。原来如此，这把吞了百段宝剑的袖剑，竟是山神佩剑。我叫陆晨，不要再叫使者了。你们送我灵药，说感念恩德，又是为何？那头涂山老狐妖坏透了，逼迫我们日日上供灵果灵草，还引山民入山充当血食。使者斩了他，便是我们的大恩人。那晚梦中一见，竟真的为龙吉林除了一尊大祸害。小桑，为何点上这香，我的魂魄就能离体与你说话？我们草木禽兽化妖，只有道行深厚，炼化了喉中横骨，才能口吐人言。我道行浅，只能靠神魂交流，魂儿脆弱，风一吹就散。这些香火气息能稳固魂体，隔绝外邪。神魂，香火，难怪天下庙宇接受香火供奉。原来这青烟竟有这等庇护神魂的神效。陆晨哥哥，你以前修炼过神魂法门吗？你的魂魄好结实，就算没有香火，寻常山风也吹不散呢。只不过好像还没到日游的层次，若是在太阳底下活动，会被阳刚之气灼伤的。我哪里修过什么法门？一切都是因为那方山海印赐予的甘露。陆晨哥哥要去魔云窟，我可以给你带路。那里面地脉错乱，阴气盘踞，方向都是颠倒的，寻常人进去走不了多远，就会困死在里面的。好沉重的坠落感。刚才的谈天说地，就像是一场过于真实的梦。梦醒了，走，去外面看看你们送的大礼。小桑，你们的心意我心领了。这些药草，你们还是拿回去吧。他们心思纯净，我若将这些稀罕药草照单全收，与从志同手中抢夺糖果何异？日后进山的日子还长，结下这份善缘，比眼前的死物强得多。山中觅食不易，这些药草难得，这次免了，下次等我再来山里，你们再好好招待我也不迟。这山野精怪心思纯净，倒真是天真烂漫的性情。好了，小桑，我们该出发了。地势下沉，怪石嶙峋，这里就是龙脊岭中段，令人闻之色变的凶险绝地——魔云窟。我下去探探路，你守在外面，莫要乱跑。走了。
避开这些死气，便能避开山中成了气候的大妖。看来这次是要空手而归了。地脉精华凝聚的石炉，果真可遇不可求。好在竹楼里还有小桑他们送的100年黄金，倒也不算白跑一趟。这小家伙倒是个机灵的，不是那等莽撞的愣头青，知道适可而止。要是再往前头钻，可就真要撞上那只老鳖了。谁在说话？咦，这小家伙怎么突然就被吓成这样？胆子也忒小了点儿。你能听到我心里说话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哼哼，小家伙，你是不是在想，我既非血肉，更无筋骨喉舌，如何可以开口说话？开始。小家伙，你既能听见我说话，那你能不能看得见我？能看见一点，但很模糊，看不太清。果然是际遇，苍天垂怜，竟让老身在这暗无天日的洞子里逮到了一个身具灵气的小家伙。小家伙，能不能帮老身一个忙？老前辈，您神通广大，小子我不过是个小小采药人，实在不知能帮上您什么。很简单，你帮老身挪个窝。挪个窝？前辈，您这本体……老身虽蒙天地造化，侥幸开启灵智，活过了这悠悠千载岁月，奈何本体终究是块顽石，不通那蜕变化形飞腾变化的神通，既无手脚，更无羽翼，这1000年来寸步难移，只能困守于此，不见天光。当初此地灵气氤氲，乃是地脉交汇之处，老身于此孕育灵智，可后来地脉变迁，沧海变桑田，老身便只能被困在这幽暗地底，不知外界春秋几何了。前辈，您是说这里曾经是海？何止是海，当年那万顷碧波之下，殿宇巍峨，明珠璀璨，那才是真正的钟灵毓秀之地。过去这里还有一座龙宫呢。龙宫？真龙？小家伙，你帮老身挪个位置，脱离这不见天日的地方，老身也不会让你白忙活。这洞窟深处，老身知晓一处隐秘所在，积存了些许石乳，虽非最顶级的好东西，却也比你想要的石乳好上不少，全当是老身给你的谢礼，如何？前辈厚爱，小子感激不尽。只是以小子这点微末道行，莫说帮您挪窝，便是撼动您这本体分毫，也绝无可能啊！这忙，小子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不过，若是小子以后有了能耐，定来帮前辈这个忙。无妨，老身在这暗无天日之处已待了1000年，再多等个10年8载，也不过是打个盹儿的功夫。你既有此际遇，能来到此处，便是缘分。老身观你身上也是清灵之相，不是个为非作歹、食言而肥之人。那就待你日后修行有成、手段通玄之时，再来见此诺言不迟。多谢前辈体谅。他日若小子真有那份本事，定当回来相助前辈脱困。好好，记住你的话便好。不过那石乳，你现在就拿去吧。拿着这东西，若是能给你修行多些助力，也是不错。你且记下。这龙脊岭以前怎么会是海呢？要是这里真有龙的话，那这龙又在哪里？杨东家，听闻今年咱们安宁县的赶山大会，
不仅县尊老爷要亲自莅临观礼，还有茶马道上的贵人也要屈尊前来。刘掌柜的消息倒是灵通得很，不错，茶马道上确实派了位贵人过来。咱们安宁县背靠龙脊岭这座宝库，靠山吃山，这赶山大会是头等盛事，诸位都打起精神来，争取在县尊和贵人面前好好露露脸。要我说呀，今年这赶山大会的头名魁首，非回春堂的杨信莫属。谁不知道杨信年纪轻轻，已是内壮武夫，更难得的是一手弓箭射术出神入化。只要杨东家派几位熟路的采药好手和根山郎保驾护航，杨把头定能满载而归，盖压全场。传统规矩，进到那龙脊岭深处，刀山火海，毒虫猛兽，一切都得凭真本事说话。杨信他不过是个毛头小子，历练尚浅，哪里比得上董爷这等在血火里滚出来的老江湖？更何况，我听说沈爷他老人家也收了个了不得的传人，是个少年英雄，后生可畏啊！快看，沈爷来了！沈爷打从不进山，就从未参加过赶山大会，今年居然也来了！我的天！连烧生馆的七馆主和金刀董爸董爷也到了，今年这场面前所未有啊！